有请新娘，一拜天地。我要悔婚，不嫁了。别闹，赶紧行礼。五皇子，你和妃子熙被臣女捉奸在床，还指望臣女忍气吞声嫁进五皇子府？做梦吧！说清楚，本皇子什么时候和妃子熙有染了？妃子笑，再敢胡说八道，本皇子对你不客气。他举起手，扬了扬手中的信件。五郎，过几日就是你和姐姐成亲的日子了。虽你已允诺我王妃之位，可西西还是极度的发狂，恨穿上凤冠霞帔嫁给五郎的人不是西西，能不能答应西西，洞房花烛夜别碰妃子笑行吗？因为西西会嫉妒，会发狂。西西在悦来客栈等你好不好？咱们不见不散。爱你的西西。妃子笑，你闭嘴！妃子笑，你为了悔婚，竟然不择手段的伪造这封信件，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啊！你毁我清白，对你有什么好处？笑笑，大婚当日休得胡闹，还不赶紧乖乖的和五皇子完婚？今天你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赶紧给五皇子道歉！爹爹，妹妹和五皇子一片真心，我怎么好意思横刀夺爱呢？西西本来就是庶出，如果能嫁给五皇子，不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吗？他们你情我愿，情投意合，不是更好吗？姐姐，你污蔑我和五皇子就算了，怎么能这般曲解爹爹的一番好意呢？爹爹是为了姐姐好，姐姐还是赶紧拜天地完婚吧。妃子笑继承了原主所有的记忆，自然知道妃子熙是一朵让人恶心的白莲花。好妹妹，姐姐手里还有很多你跟五皇子的来往信件，姐姐不妨拿出来，让在座的宾客确定一下，这是不是妹妹和五皇子的笔记？妹妹，你说好吗？你大胆！妃子笑，竟然敢污蔑本皇子，有损皇家颜面，该当何罪？按在你是非丞相之女的份上，只要磕头道歉，本宫就既往不咎。但是你得保证，婚后必须恪守妇道，深居简出，好好的相夫教子。这哪来的自以为是的傻子？闹到这种地步了，她还会嫁过去？想什么呢？道歉更是不可能的。查。是九王爷。半炷香后，男人得到了真相，脸色阴沉的可怕。传本王口谕，今日之事不得再议论，违者杀无赦。是王爷。九王爷甩袖气愤地离开后，侍卫来到了妃子笑的身边。妃小姐，九王爷传你去偏殿。九王爷，司徒寒，那个男人就是传说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的当今九王爷。帅，这古代竟然有这般帅气逼人的帅哥。如果是在21世纪，九王爷这长相在小鲜肉横行的演艺界同样帅得让人合不拢腿啊，是那种让人心甘情愿掏钱吃他盐的大帅哥。等等，有问题。九王爷的眼眸有一丝异样的一团黄色，这是中毒，毒气侵染五脏六腑的状态，肝脏受损最为严重啊！中毒了！当今权势滔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王爷，竟然被人长期投毒。按照他的面色来看，不出1个月，他必定暴病身亡。等等，那毒素有问题，这毒素中还掺杂着阴气。按照中毒的程度来看，司徒寒应该活不过20岁弱冠才对。可据原主的记忆，当今九王爷已经20多岁了，早已经过了中毒身亡的极限时间。难道司徒寒的毒已经解了？不对，没有解，只是被压制了。这毒他能解。在侍卫的提醒下，臣女参见九王爷。九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房间一片寂静，司徒寒迟迟没让他平身。九王爷，您眼珠呈淡黄色，皮肤白里透黑，您中毒了。您是不是夜夜毒发，被毒素缠得根本睡不着觉？臣女能解王爷的毒，想和王爷做个交换，可以吗？妃小姐，休得放肆！你可知九王爷中了剧毒，寻遍天下名医，无人能医治。
上一个自命不凡的名医早已尸骨无存了，即使你是丞相之女，敢大言不惭，一样杀无赦。九王爷，臣女可以拿性命担保，一定能解王爷的剧毒。王爷中了10大剧毒中的4种剧毒，断肠草、雷公藤、勾吻、鸩酒，4种剧毒合成的一种新型剧毒。你也知这4种剧毒，却依旧没法彻底解毒，对吗？对上那一双如同夜莺一样清寒犀利的眼神，让他有一种想逃的冲动。他当众退婚，如果皇家真的要追究，轻则重罚，重则被灭满门。九王爷，试一试对您没有影响，还有可能真的解毒成功。臣女的死活对您来说无所谓，但是您贵为当今九王爷，就不想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吗？让臣女试一试可以吗？他慢条斯理地端起了案板上的茶盏，简简淡淡地喝了一口。妃小姐，有损皇家颜面是大罪，本王这毒素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你窥视皇族秘密，还妄想活下去。九王爷，您这侍卫也是中了剧毒，是雷公藤对吗？毒发时四肢抽搐，鼻出血，吐血水，全身冰冷及疼痛，唇甲发干。因为没有彻底解毒，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依旧会毒发，对吗？九王爷，3天之内臣女为这侍卫解毒，您帮臣女一次，可以吗？这妃丞相为了稳住朝中地位，还真是煞费苦心啊。如此，那就玩一玩，让妃丞相死了这门心思才好。玉峰看了一眼九王爷，随即一言不发地朝着妃子笑走了过去，蹲下身子，伸出手让他把脉。王爷，这毒虽然厉害，但是不难解，不用等3天，今晚臣女就有办法给他解毒。玉峰，带妃小姐回九王府。是，王爷。王爷，东西准备妥当，是否请妃小姐开始解毒呢？陆太医到了吗？回王爷，陆太医已经在偏殿等候多时了，稍微有不妥的地方就会叫停。有陆太医在，玉峰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司徒涵放下手里的书本，从位置上起身，缓缓踱步出了书房。派重兵包围丞相府，只进不出。玉峰要是有3长2短，马上拿人。是，王爷。司徒涵做事向来有勇有谋，两手准备，赌一赌可以，但是妃子笑只有1次机会，他只能赢，不能输。正殿，妃子笑拿到所需要的东西后，开始把所有的金针消毒一遍。又是一个江湖骗子，大夫、御医、针灸时用的器具全是银针，因为银不生锈、不腐蚀，韧性很好，又有杀菌功能，比较不易感染。妃小姐第一步就错了，这妃丞相为了巴结，寻求九王爷的庇护，真是费尽心思，以为这样就能成功吸引王爷的注意，成为九王妃。错了，九王爷不近女色是人尽皆知，即使丞相之女美若天仙，倾国倾城，一样难逃被丢出王府的命运。拿下，明日斩首示众。是，王爷。几个侍卫冲进来，想要钳制住妃子笑，把他带下去。可就在这时，妃子笑金针飞转，几针下去，那几个侍卫不动了，躺在地上，身子不停地抽搐。王爷不信臣女，这下应该相信臣女会医术了吧？话音落下，金针又扎了那几个侍卫的另一处穴道，抽搐停止了，身体痊愈如初。妃子笑露着一手，让正殿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真会医术，以前怎么没有听说丞相嫡出的女儿会医术呢？丞相夫人家世代从医，这是整个圣王朝都知道的事。可当年丞相夫人欧阳菲菲在生孩子的时候难产死了，妃子笑不可能继承她娘亲的医术啊，这说不过去啊！这九王爷，臣女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解毒了？司徒涵的目光更加的阴冷了，四目相对，妃子笑的眼神里没有任何的情绪，眼角眉梢中带着十足的自信，却同样不缺令人愤怒的挑衅。九王爷，敢吗？敢赌一把吗？
可以。司徒涵的话音落下，王府的下人就搬了一个大大的浴桶进正殿，随后一桶一桶的药汤灌满了整个浴桶，这是按照妃子笑给管家的药方配制而成的药汤。药味清香，古书手札上有记载，几十味药综合配制，成药时带着清香最佳，药的功效能被发挥到极致，闻者心旷神怡，堪比8级丹药师。不可能，妃子笑不可能做到这般极致。简简单单的一锅中药，怎么可能和8级丹药师相提并论？细数圣王朝，至今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6级丹药师，别说是8级丹药师了，那更加少之又少。错觉，一定是错觉。妃子笑绝对没有这般超绝的医术，华佗在世都做不到的事情，一个黄毛丫头不可能做得到。妃子笑可不是黄毛丫头，而是21世纪国药实验室中最牛逼的教授。妃子笑走到了浴桶边，试了试水温，可以把毒蛇放进去了。只见管家拿着一个竹篮走了进来，妃子笑接过那篮子之后，直接打开了，把里面盘缠环绕的毒蛇倒进了浴桶里。遇到水，蛇群散开了，欢快地在水里游着，在浴桶里荡漾起了涟漪，哗啦啦的作响。脱了衣服，进去泡着。什么？进浴桶里泡着？那些蛇又不是无害，而是几十条毒蛇呀，品种如此繁多，无布蛇、竹叶青，每一条的毒蛇单拎出来，被咬到一口，就能让人瞬间致命，更别说是所有的毒蛇都在浴桶之中。房间里只有九王爷神色没有任何的改变。下去。王爷，能不能不下去啊？还是算了吧，属下还是忍受毒发之苦得了。这么多毒蛇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就好像在挑衅一样。下来呀，下来咱们一起玩耍呀！快点下来，有本事就下水来。不要啊！不要，打死都不要！玉峰硬是被这些毒蛇吓得沙雕性格暴露了出来，九王爷依旧没有放过他的意思，跪下求饶也没用。玉宇，是王爷。屋顶的房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先闻其声，后见其人。他提起玉峰的衣服，就把他往浴桶里丢。不要！玉，你个龟孙儿，把爷丢了喂毒蛇！爷要是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玉，你可以等着，一直不死，等爷出来一定要和你大战300回合，干死你这个孙子！不要，我害怕。王爷，属下要是死了，记得来年春天12日给属下烧香上供啊！这就是九王爷的贴身侍卫，太吵了。实在是嫌弃玉峰太吵了，他一根金针就刺进了玉峰的哑穴。玉峰一脸惊恐，嘴巴一张一合，硬是没发出一点声音来。他修为极高，运转灵力，就准备从浴桶飞身而出。他才刚刚有那个意图，妃子笑的金针比他还快，又是一针下去，玉峰不能动了。那金针的威力堪比超级强者释放的威压。不行，这样不行，把他衣服给脱了，速度快点。好。主位上的九王爷眉头突然蹙了起来，一张手帕突然盖在了妃子笑的头顶，遮住了他的眼睛。妃小姐，男女授受不亲。这有什么？他拿下头上的手帕。九王爷，臣女是郎中，眼底只有病人，没有男女之分。众人来不及细想，就发生了意外，玉峰突然就晕了过去。晕过去了？玉峰毒发了！快把他从浴桶里捞出来，这会出人命的！快点儿！要是这些剧毒进入玉峰的皮肤，他就只能等死了。你断言他会死，要是他没死，反而解毒成功了，该怎么办呢？妖女，休得胡说八道！你这是解毒治病吗？你这是在玩游戏，就为了勾引九王爷。非丞相真是好计谋，好谋略，简直其心可诛。扑通一声，陆太医在九王爷的面前跪了下来。九王爷，使不得，这使不得呀！任由这妖女胡闹下去，玉峰肯定会丧命。
微臣以性命担保，这妖女不是在解毒，而是在玩花样。这每一条蛇都是剧毒，真要是中毒了，神仙也救不活玉凤啊！恳请王爷下令缉拿这妖女。继续。王爷，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这会害了玉凤的命啊，王爷！哼，这位太医，九王爷能在太医院众多太医中挑选你来坐镇，一定是你医术过人。不过现在看来，你也是浪得虚名。既然连毒气攻心晕过去，还是被吓晕过去都分辨不清，实属庸医。玉宇，是王爷。王爷，玉凤没有毒发的征兆，体内真气很稳定，应该是被吓坏了。刹那间，跪在地上的陆太医身子瑟瑟发抖，赶紧请罪。只见那些毒蛇竟然开始攻击玉凤，一口一口的咬在他的皮肤上。这时，昏迷的玉凤突然睁开眼。玉凤体内的灵力一瞬间暴走，就在玉凤低吼出声的时候，他手里的金针飞转了起来，眨眼间11根金针就刺入了不同的穴道。鬼门13针，妃子笑竟然会失传已久的鬼门13针。可司徒寒却知道，那些毒蛇相生相克，看似剧毒无比，实则没有任何的毒性。他虽医术高明，却不能解自身的毒。或许面前这个丞相之女会是他的救赎。那瘦弱的身体摇摇欲坠。这时司徒寒动了，他一个飞身落在妃子笑的身后，一股纯正的灵力输入他的体内。顿时妃子笑神清气爽，身体里充满了洪荒之力。多谢。话音落下，最后一针落下了。陆御医跪在地上，害怕的瑟瑟发抖。九王爷恕罪，臣眼拙。毒解了，妃子笑有条不紊地收拾他的医疗器材，见差不多了，这才让人把昏迷的玉凤从浴桶里捞出来。而此时浴桶里满是毒蛇的尸体，死了，都死透了，只需要休养几日，就会出现一个活蹦乱跳沙雕的玉凤了。九王爷，您需要把脉确定一下吗？她真的是丞相之女吗？九王爷，银货2器，出诊费1500两。玉宇，给妃小姐1万两银票。是王爷。臣女谢过九王爷，无功不受禄。那臣女再赠九王爷一个小玩意儿吧，这香囊放在枕边，九王爷可小睡1个时辰。这妃小姐送九王爷礼物，这也太随便了吧。就当所有人以为九王爷会拒绝，不会收这香囊的时候，他竟然抓起香囊放在鼻尖嗅了嗅，味道还行。九王爷随身携带吧，有助于睡眠。好。这难道九王爷对妃小姐也有意思？先前铁树开花了，妃小姐就是我们未来的九王妃。暂且在九王府住下，明日本王带你进宫退亲。皇家亲事复杂，还得圣上点头。好。就在这时，一个侍卫匆匆地走到管家的身边，耳语几句。只见玉宇点了点头。王爷，五皇子求见，说是要来带走未婚妻，见吗？带进来吧。妃子笑，你敢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拒婚？你当皇家的婚姻是你想拒就能拒的？你现在跪下来求本皇子，还能看在妃丞相的面子上饶过你。不过正妃之位是不可能了，侍妾吧，花就要从后门进。这人贵为当今的五皇子，好歹身世地位学识都非同一般，可此刻怎么看怎么傻逼，怕是出门忘记吃药了吧？侍妾可能吗？既然已经悔婚了，五皇子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哼，妃子笑，别不识好歹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丞相之女就无法无天了？惹毛了我，一样抄你满门。别以为你找九皇叔，他就能庇护你。皇家威严，不可挑衅。是吗？那五皇子，求求你了，赶紧去抄丞相家满门吧，指不定现在还能躲个正着，要不然妃家那些刁民都跑了。对了，五皇子，你的心上人妃子熙也是妃家人，你舍得杀他吗？司徒宇看着妃子笑全身满是杀戮，
要不是这是九王府，他早已提剑一刀杀了这女人。走，跟本皇子去丞相府，本皇子倒要看看飞丞相怎么给交代。五皇子就伸手粗暴地去抓妃子笑的手腕，这一瞬，九王爷眉头瞬间皱了起来，脸色阴沉，全身散发着强者的威压。五皇子，这是九王府，有什么事儿，您还是去皇宫找皇上做主吧。妃小姐是九王府的客人。九皇叔，你看上这女人了？她除了长得好看一点，其他一无是处，你千万别被她蒙蔽啊！这种女人不配成为九王妃，当侍妾都不行。太傅教你读书，就是教你说话这般轻浮无礼，成何体统？回去面壁思过3日，抄经书100遍。九皇叔，你可是本皇子的亲皇叔啊，你怎么能帮着这个女人说话呢？不，九皇叔，你已经被这个女人蒙蔽了，本皇子要找父皇做主。你解释一下，你和那谁，飞丞相的2女儿是怎么回事？你不滥情，会有婚礼上悔婚的事情吗？本皇子和妃子熙没有儿女私情，当日本皇子和她不过是探讨课业问题罢了，能有什么事情啊？五皇子和妹妹确实在房间床榻上探讨学术问题，是人体构造呢，还是欢愉之术？你！五皇子气急了，伸手一巴掌朝着妃子笑扇了过去。贱人，给本皇子闭嘴！五皇子，您还是回府面壁思过吧。王爷要是发起火来，谁也担待不起。行，本皇子进宫找父皇评理去，丞相府就等着被抄满门吧。九皇叔，你也等着给本皇子一个交代，不是本皇子和妃子熙有私情，而是九皇叔和这贱人早就暗度陈仓了吧？这五皇子真什么都敢说啊！这可是九王爷，就连当今圣上都得忌惮几分的人物，竟然这般的以下犯上。五皇子息怒啊！九王爷和妃小姐之间清清白白，五皇子还是谨言慎行的好。清白？那九皇叔手里的香囊，谁送的？哼，你们等着瞧！五皇子撂下了狠话，愤怒地离开了。就在这时，原本去安顿御风的御宇突然一脸的惊慌。九王爷，出事了！御风走火入魔了！哎呀，这五皇子一个大帽子扣下来，让妃子笑有点措手不及。现在后悔，追出去还来得及。但是司徒宇有无数侍妾，丞相府2姑娘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你要是能做个贤妻，倒也是可以。妃子笑转头斜睨了一眼司徒寒，这是劝他呢，还是怎么的？成功把他劝退了。他可是现代人，有感情洁癖，接受不了这种种猪。九王爷，臣女的爱情观一直都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遇不到宁愿孑然一身。走吧，去看看御风。如果是嫁给九王爷，也要做贤妻，接纳九王爷无数侍妾和侧妃吗？费小姐胆子是真大，竟然敢当众调戏九王爷，这可是九王爷呀，不可一世不近女色的男人啊！完了，费小姐这下怕是要惹怒九王爷了。这不好说，嫁过来才知道。目前为止，本王没有纳妃的想法。听说九王爷不近女色，怕是没有机会看到了。司徒还没接话，而是和妃子笑一同去了旁边的庭院。御风身上的剧毒明明已经解了，却走火入魔，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只见御风盘腿坐在了床榻上，御宇正在用内力给他梳理乱窜的真气，一股一股的黑烟从御风的头顶冒出来。不应该啊，剧毒明明已经解了，为什么会走火入魔？难道还有其他隐情？为了确定御风的毒已经解了，他再一次的伸手给他把脉。只是当妃子笑的手放在御风脉搏上的时候，站在一旁的九王爷脸色突然黑了下来。确定御风的毒真的解了，司徒寒冷着一张脸，让下人把妃子笑带到偏院去休息了。在去偏院的路上，妃子笑确定了一件事，他住的地方离九王爷住的正院只有1墙之隔，这样正好方便他爬墙。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女人不会武功，还妄想爬上九王爷的床榻，也是太天真了一点。哎，
你猜他进去多久会被王爷丢出来？多久？越界瞬间就会毙命。也是，王爷修为深不可测，岂会不知他到了院子？这女人呐，还真是不知死活。一个飞身接近妃子笑，准备把他丢出去。退下。九王爷这是？经过退婚和给玉峰解毒这事儿，司徒寒已经把妃子笑的性格摸了个清楚，所以他在等。果然，妃子笑没让他失望，来了。王爷，九王爷，你醒醒，没有反应，应该是昏迷了。防止司徒寒中途醒过来，妃子笑一根金针朝着他的昏睡穴刺过去。接下来他又给司徒寒针灸，给他解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开始最难，要用阴阳五雷针，手起针落，手法异常的稳。当一大半的金针下去，司徒寒身体有了感觉，全身的寒气竟然慢慢的在往外释放，身体有那么一丝丝的暖意。怎么会？真的有用？完成了。一套针法下去，泄出了小部分的毒气。这套针法必须要进行3期21次，才能把体内残留的毒气逼出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王爷，不用装了，睁开眼吧。司徒寒睁开了眼，直直地看着妃子笑。王爷，今晚您应该能睡个好觉了，臣女先告退了。哪知道他坐在床榻上的时间太久，又加上耗费了大量的精神力，身子虚，低血糖了。玉宇，是王爷。这女人真的投怀送抱了，爬上了九王爷的床榻，竟然还有呼吸，没有被九王爷一掌劈死，算他福大命大。就当玉宇准备伸手去把妃子笑从九王爷的身上抱开的时候，退下，滚！吓得玉宇也不纠结了，转身就跑，顷刻间就消失在了九王爷面前。他一个翻身，竟然鬼使神差般的把妃子笑抱到了他的床榻上。臣女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弟拜见皇上。贱人，你还有脸跟着来，真是不要脸！闭嘴！一个五皇子像泼妇骂街一样，成何体统？给朕滚下去！父皇，儿臣才是受伤那个人，现在儿臣就是天下的笑柄，文武百官指不定在背地里怎么议论呢。九皇叔和妃子笑早已经暗度陈仓了，现在闹得整个圣王朝都人尽皆知，儿臣的未婚妻和九皇叔有染，儿臣成为笑话是小事，和九皇叔丢尽了皇家脸面，这是大事啊！儿臣恳请父皇问罪九皇叔和妃子笑。放肆！事到如今还敢狡辩？你当真眼睛瞎了还是耳朵聋了？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些是什么？你是谁丢了皇家颜面？朕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皇子？气死朕了！滚回去面壁思过，九皇叔罚做什么，最好乖乖完成，要不然别怪朕加倍处罚。滚！皇上丢了一叠书信砸在司徒宇的脸上。父皇，儿臣错了，儿臣再也不敢了。是妃子细心勾引儿臣，朕身不由己，父皇明鉴呐！该死的，烂泥扶不上墙。五皇子被侍卫带下去了，远远的还能听到他的哭诉声。妃子笑，你先退下。是，皇上。御书房里只剩下皇上和九王爷的时候，老九，你和这丞相之女怎么回事啊？你难道不应该给朕一个解释吗？一时兴起，所以你带她回九王府，让她在你房间睡一晚，只是一时兴起，还是见色起意呀？老九，既然你对妃子笑无益，那朕就没什么顾虑了。妃子笑有损皇家颜面，拉入地牢，择日问斩。朕再问你一遍，你真不打算保妃子笑？好歹人家和你有一段露水情缘呢，你当真要当负心汉？老九啊，你也不小了，你应当娶妻生子。要是父皇母妃还在世，见你不婚不娶，连个侍妾都没有，必定会大怒的。朕下旨把妃子笑给你当侧妃。臣弟无意，这妃子笑有损皇家颜面，皇上要治罪理所当然，臣弟不敢维护。要是没什么事，臣弟告退了。
司徒涵转身径直的离开了。怎么样，这婚退了吗？皇上是不是答应退婚了？这时宫里的侍卫冲上来，要把妃子笑押入大牢。九王爷这是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臣女眼拙了，押下去。是王爷。妃子笑被打入了天牢，择日问斩。等王爷很久了。等本王，料定了本王会来。金针带来了吗？很晚了，早点开始吧。他这么通透吗？司徒涵把妃子笑的东西递了过去。妃子笑打开包袱，愣了一下，里面竟然还有御寒的厚衣服，还有点心。九王爷，您请坐。他端坐着，眼神却一直打在妃子笑的身上。御书房门口，你在伪装。皇上中毒了，看似和你身上的毒差不多，其实千差万别，只是医术一般的御医诊断不出来罢了。你身上的毒和皇上有关吧？臣女说错了，不是这样的。开始吧。好，当今九王爷位高权重，在圣王朝的威望甚至盖过龙以上的那位，皇上难道就没有危机感，不害怕吗？据说九王爷杀伐果决，性格阴绝，能神不知鬼不觉长期给他投毒的人，恐怕天下间没有几个人。如果是皇上，那么一切都可以解释，但也是九王爷放纵的结果，要不然被下毒这种事儿绝对不会发生。不过看这样子，九王爷比谁都清楚，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明知道皇上给他投毒，却甘之若饴的中毒，又是为了什么？念及兄弟情谊。天牢里安静到了极点，不管是侍卫还是其他犯人都睡着了，只有妃子笑在聚精会神地给司徒涵针灸解毒。别动，不能晕淋漓，我没事，再坚持一下。一炷香过去了，终于完成了一套针法，冷汗已经打湿了妃子笑的衣衫。王爷，天牢阴暗潮湿，待久了身体寒气入体，影响治疗效果。妃子笑一语双关，让司徒涵赶紧离开，又提醒他早点把他从天牢里弄出去，时间久了他身体受影响，没办法给他针灸。走吧。妃子笑诧异地看着司徒涵坐在地上没动，哪知道下一刻司徒涵伸手把他从地上捞起来，直接飞身出了天牢，抱着他一路疾驰，直到落定到九王府司徒涵的卧室。御风，备水。是王爷。他要干嘛？打来一桶洗澡水，让我在他的房间沐浴？这算了，反正昨晚也睡了司徒涵的床榻，皇上都知道了，我还有什么声誉？这个时候故作姿态，倒是有几分白莲花了。他径直地朝着屏风后面走了过去。不一会儿，房间里就传来稀里哗啦的水声，他这是自讨苦吃。当下赶紧运转灵力，几个周天以后身体轻盈多了。头发擦干净，桌上的姜茶喝了，去睡吧。好。一炷香后，头发还没有干透的迹象，把妃子笑的耐心全部耗光了。这么下去，他多久才能睡觉啊？王爷，有剪子吗？绣娘用的剪子有吗？头发太长了，麻烦，想剪一下。过来，坐下吧。九王爷竟然用灵力在给妃子笑烘干头发，这也太宠了吧！妃子笑这才后知后觉，他和九王爷的关系好像有点暧昧。睡着了？这也能睡着？这又是妃子笑霸占他床榻的第二晚。小东西睡下去以后，司徒涵继续用灵力给他烘干头发，无奈又任劳任怨。天亮了，妃子笑醒过来，竟然躺在天牢的稻草上，不过那稻草好像比昨天的柔软干净。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可怨恨九王爷无情无义，这般对待你？司徒义不敢明目张胆地让太医检查妃子笑手腕上的手工纱，只能这般试探。如果他真的和妃子笑发生了关系，那么他身上的毒应该解了，这才是皇上关注的重点。皇上明鉴，九王爷不过是看臣女可怜，怕把臣女留在婚礼上被人耻笑，才带回了九王府。在此之前，臣女和九王爷并没有任何的接触，更不可能有什么私情了。夜里，臣女进九王爷的房间，
不过是恳请九王爷替臣女做主，臣女不想嫁给五皇子。妃子笑，欺君之罪，乃株连九族的大罪，朕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皇上明鉴，臣女是被冤枉的，臣女和九王爷并没有私情，婚礼上当众悔婚，是发现五皇子和妹妹暗度陈仓，一时大怒之下才会做出过激的举动。皇上要怪罪，就怪罪臣女一人吧，臣女的所作所为和丞相府无关。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司徒也来得快，去得也快。怎样，看出端倪了吗？皇上，这妃子笑不像说谎的样子，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欺君呢。他和九王爷之间应该是清白的，倒是五皇子和妃子熙这事儿有点难办。过些日子那姑娘肚子大起来，流言蜚语，怕是更盛了。孽子！该死的，身份卑微就是有这点不好，见谁都要下跪行礼。妃小姐，王爷让小的传话，不出3日，必定让您出天牢。妃子笑看着丰盛的早餐，点了点头，没说话。妃小姐，妃丞相昨晚就连夜进宫请罪了，皇上没见他。据说今日皇上也没让妃丞相上朝，在家等消息呢。妃丞相对您挺上心的，一大早就去九王府求见王爷，希望王爷能救您。妃子笑眼底闪过了一丝诧异。妃小姐，王爷让小的问您，要见妃丞相吗？不见。这2天，妃子笑在天牢里的日子，并不是像所有人想象的那样暗无天日，深受酷刑，而是滋润到了极点。这日，妃子笑在天牢里废寝忘食地研究医术。妃子笑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丞相之女妃子笑品行端庄，恭谨端敏，现特赐婚于九王爷司徒涵，择日完婚，钦此。妃子笑想要回丞相府，只能等天亮，开宫门才行，所以他继续留在了天牢里，点着灯，废寝忘食地研究医书。即使司徒涵进了天牢，站在他面前，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司徒涵站了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他竟然还是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来很久了，衣服脱了吧。这妃小姐太豪放了吧，一来就让九王爷宽衣解带，这么主动的吗？啊，不对，不应该叫妃小姐，应该叫九王妃了。回去再说。1回生2回熟，司徒涵抱着妃子笑，又是飞回了九王府。皇上的圣旨，你有什么想法？你要是抗旨的话也行，咱们之间的约定不变。抗旨？悔婚？虽然这桩婚事是皇上为了试探王爷才赐婚的，我觉得还行。咱们里应外合，你解毒以后也能成功瞒过去。但是九王爷要是觉得不妥，也可以进宫让皇上收回成命。不用，就这样吧。不是你，也可能是别人。开始解毒吧。司徒涵解开了衣衫，躺在了床榻上，示意妃子笑可以针灸了。妃子笑点了点头，拿出金针，按照惯例就开始解毒。第3次5雷阴阳针完成以后，司徒涵失眠症应该好多了。妃子笑见此，也懒得回他的客房了，洗漱后就直接躺在了司徒涵的床榻上了。一人批阅各地信函，一人研究丹药师入门书籍，看着看着，妃子笑就睡着了。天亮后，司徒涵又把妃子笑送回了天牢。丞相府大厅，华夫人坐在了主位上。跪下！妃子笑，你可知罪？来人，拿家法来！姨娘这是在替爹娘教训我，我何错之有？皇上已经下旨无罪释放了，难道姨娘认为我有罪？姨娘是要反驳皇上的旨意？妃子笑，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当日大婚，你不顾丞相府声誉和颜面，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丞相府蒙羞，你该当何罪？今日，本夫人就要替丞相和去世的姐姐，好好教训你这个不孝女。来人，给本夫人把她按住！谁敢？夫人，你算是哪门子的夫人？苏月华，你不过是本小姐娘亲的陪嫁丫鬟罢了。
真把自己当丞相府的主子了。我娘难产时，把年幼的女儿托付给你照顾，你倒是好，照顾本小姐，把丞相也一起照顾了。不知廉耻的爬上丞相的床，真把自己当丞相府的夫人了。不过一个侍妾而已，看清楚，谁才是丞相府的主子。要是搞不清楚情况，老眼昏花，丞相府不留妻主的奴才。明日让伢子上门来领人，全部卖了。对了，苏侍妾，限你今日之内把我娘亲的嫁妆原封不动的还回来，不然别怪我不念旧情。丢下这句话，妃子笑回到了主院。小姐，小姐是你吗？小姐，小姐你回来了。他们说小姐被打入天牢了，是死刑，又怎么可能回来？我可怜的小姐。妃子笑搜罗了一下记忆，这个丫鬟叫小蝶，从小就陪在她身边，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小蝶，李小姐还没有死，你这就先哭上了，哭丧呢？情绪直接崩溃了，随后晕了过去。小姐你饿了，快吃了垫垫肚子吧。哼，小姐，厨房的饭菜还没做好，你先吃点馒头垫垫肚子。小蝶这就去厨房看看饭菜做好了没有，去给小姐拿回来。妃子笑起身，远远地跟在了小蝶身后，进了后厨。贱婢又来干什么？滚滚滚滚滚！这是丞相府的厨房，不是你家小姐一个人的小灶。都给了你几个馒头了，别不识好歹。再说了，你拿走了主子们吃什么？要是华夫人怪罪下来，谁担待得起啊？人，把这贱婢给老娘丢出去！不要啊！张大娘，求你了，求求你了，给我一碗米饭吧。疼！小姐，你怎么来了？对不起，是小蝶无能，没给小姐讨到吃的。小姐，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哟，我还以为这是谁呢，原来是咱们丞相府的大小姐呀。怎么着，馒头不好吃，填不饱肚子，所以让丫鬟来讨饭呢。哎呦，傻子也知道饿肚子了呀。哎，来，你求我就有饭吃。哈哈，傻子终于出院子了。听说这傻子被五皇子退婚送了回来，我就说嘛，五皇子怎么可能看上这傻子？果不其然，被退婚了吧？张大娘，你别太过分了，我家小姐可是丞相府的大小姐，丞相要是知道奴才欺负大小姐，肯定不会放过你。张大娘把那碗米饭往地上一倒。想什么呢？还丞相府的大小姐，狗屁大小姐，一个嫡出的小姐，混得比庶出的还差，也就只有你家小姐了。拿丞相威胁老娘，你还嫩了点儿。丞相朝务繁忙，怎么有时间管后院的事情？有华夫人在，你们还想翻了天了？地上的米饭看到了吗？跪下，舔干净吧。张大娘，你就是一个弃主的刁奴，你不得好死！哎呦，还敢骂老娘？打，给老娘狠狠的打！出事了，老娘一个人担着。妃子笑眼底的压抑和恼火瞬间转成了杀气，她伸手一扬，一把软骨粉就丢了过去。刹那间，奴才们倒了一片，一个两个躺在地上哀嚎。妖女，你竟然下毒！华夫人要是知道了，肯定不会放过你。妖女，哎呦，快给我们解药！妃子笑的手里握着一把白花花的匕首，她一步一步的朝着张大娘走去。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可是华夫人的姨娘，你要是敢杀我，华夫人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妃子笑勾唇，轻浅的笑了一下，握着匕首，直接一刀朝着张大娘的胸口刺过去，拔出匕首，又是一刀。那刺下去的每一刀，手法刁钻，拔出来时竟然没有一点的血渍，却足以让人疼晕过去。20刀的时候，张大娘晕倒了。杀人了！快去告诉华夫人，大小姐杀了张大娘！杀人了！杀人了！大小姐杀人了！杀人吗？不可能。就算是科学发达的现代，让法医验伤也验不出来什么，更何况是在古代。不过那锥心的疼痛足够让张大娘记忆犹新，一辈子都活在对妃子笑的恐惧中。今后都记住了，谁才是丞相府的主子？做奴才就要有做奴才的样子。要是再让本小姐看到你们妻主，张大娘就是你们的下场，记住了吗？妃子笑一把解药下去，那些奴才不疼了，但是因为害怕依旧没敢动。害怕了？这就害怕了？不是一口一个傻子吗？不是妻主吗？一群欺软怕硬的狗东西，无法无天就是欠收拾。仗着华夫人，丞相府什么时候有华夫人了？哼，很好，下一个就是苏月华了。树上，奉命给妃子笑送午膳的玉峰目睹了整个过程，嘴巴张得大大的，迟迟没有落下。妈呀，这小王妃太凶残了，明明没有一点修为，但杀起人来一点都不含糊，用毒一把手，用刀那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九王爷这是上哪儿找的一个怪物？刀起刀落，一刀救人，一刀杀人，不过一念之差而已。小王妃可以是救死扶伤、为人解毒的神医，也可以化身为修罗，眨眼间便取人性命。惹不得，惹不得，不敢惹。这小王妃和九王爷是一路人，都是让人害怕的恶魔呀！晚宴开始了，九王爷驾到！参见王爷。王爷千岁千岁千岁！飞丞相，你这家宴规格不小吗？既是家宴，所有人都到齐了。回九王爷，笑笑还在梳妆打扮，估计要晚点到。女儿家爱美，所以耽搁了点时间。这苏月华怎么回事啊？王爷，这位是飞丞相的侍妾苏月华。苏月华，就是丞相府那些下人口中的华夫人，欺负小丫头的人。哼，侍妾是通房丫鬟的意思吗？本王这么理解没错吧？没错，王爷，就是通房丫鬟。该死的，一定是妃子笑这个贱人在九王爷身边嚼舌根了，要不然九王爷怎么会一来就针对我？该死的贱人，等着瞧！原来丞相府家风这么特别呀，一个妾室能上桌和宾客尽欢，竟然还能做丞相的主，本王还是第一次见呢。要不这丞相之位也让给这位侍妾来做。九皇叔，臣女娘亲也是怕九皇叔找姐姐找得着急，一时忘了礼数，还请九皇叔恕罪。和五皇子司徒宇通奸的那个。哼，飞小姐，这还没进门就开始上赶着叫九皇叔了。也对，都已经和五皇子有了夫妻之实，礼数这东西飞小姐恐怕还真没学过。玉峰，告诉飞小姐她该怎么称呼这位侍妾。不等玉峰回答，穿着一身奇怪衣服的妃子笑缓缓地走了进来。妹妹，你应该叫苏侍妾姨娘，你的娘亲只有一位，那就是去世的丞相夫人。妹妹以后还是别称呼错了，免得外人笑话丞相府的人不知礼数。这丞相府大小姐穿的什么衣服呀？衣服上竟然全都是五颜六色的补丁，难道这是布庄这个季度出来的新款？这也太辣眼睛了吧！王爷，这衣服好看吗？真好，那就来一个2人转吧。王爷，我爹爹年纪大了，老眼昏花，还是先让他平身吧，要不然咱们喜事还没办，就要先办丧事了，有点晦气。这世上还有妃子笑不敢做的事情，有趣。司徒涵这才淡漠地让所有人平身。起身后，苏月华也不敢再待在前院了，只能灰溜溜地退了下去。临走时，他眼神狠狠地剜了妃子笑一眼。贱人，等着！
狗仗人势，不过是攀上九王爷这高枝了，才敢狐假虎威。真以为他能嫁进九王府？做梦！这一切仿佛只是一个小插曲，不一会儿又开始觥筹交错了。姐姐，之前的事情是妹妹不对，妹妹和五皇子是情难自禁。不过好在，姐姐现在也有了好归宿。希望姐姐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妹妹一次。以后咱们姐妹还得互相扶持，为妃家光宗耀祖呢。搞笑了，这话说的。哼，妃子系还真是不要脸了点儿。那姐姐谢谢妹妹了，也谢谢五皇子不娶之恩，才让姐姐遇到了如意郎君。该死的，这个贱人！这小贱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竟然知道4两拨千斤的还击了。姐姐，你这身上的衣服是布庄的新款吗？在哪个布庄买的？妹妹也想买一件，很好看。妹妹不知道这衣服的来历吗？你应该去问你苏姨娘，她最清楚不过了。姨娘应该不会知道吧？苏姨娘当然最清楚了。你难道看不出来这件衣服的里衣是你穿过不要的旧衣服吗？今天苏姨娘给我送衣服过去的时候，我寻思着这衣服旧了一点，不好看，就和丫鬟改了一下。可找来找去，柜子里只有各房剩下的碎布。姐姐真是会说笑，你院子里怎么可能没有布料呢？当年娘亲陪嫁的上百匹布料不是都给你了吗？妹妹怎么知道我娘亲陪嫁里有几百匹布料？应该是苏姨娘告诉妹妹的吧？那些陪嫁不都是被苏姨娘收起来了吗？说是替我保管，等我出嫁了给我当陪嫁。但是那陪嫁不可能有了，因为都被苏姨娘偷偷拿给妹妹做衣服了，不是吗？妹妹今天这身锦绣的衣裙就应该是我母亲陪嫁的布料吧？我娘亲家地处江南，只有江南才有这上好的锦绣。叶子，跪下！当年妃妃去世后，老夫就去了寺庙，你怎么告诉老夫的？会照顾好丫头，会好好把她养大成人。你每月书信，每每提及丫头，你都说她很好，很听话，已经亭亭玉立了。你就是这么把她养大成人的？宠妾灭妻，纵容妾室欺负嫡出的大小姐，苏氏罪不可恕，你非要天也不无辜。爷，孩儿错了，孩儿愧对妃妃的嘱托，孩儿有愧疚啊！飞老爷子拿着棍子一棍一棍的打在他身上。爹，冤枉啊！妾是尽心尽力的照顾大小姐，哪曾想到竟然还要被这般污蔑，妾室还不如死了算了。妾身这么多年来一直把大小姐视如己出，给她吃好的穿好的，到头来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吗？其他人不知道真相，误会妾身也就算了，哪知道夫君竟然也相信了大小姐的话，以为妾身虐待大小姐。冤枉啊！妾身真的冤枉啊！爹，你一定要为儿媳做主啊，不能让儿媳费心费力，最后还落得人人喊打的下场。小小娘亲的嫁妆在你那儿吧，是你拿了是不是？爹，大小姐娘亲的嫁妆确实在儿媳这里，儿媳是怕笑笑年纪小，被有心人骗了。儿媳这就让嬷嬷把库房的钥匙拿过来，夫人的嫁妆都在库房，儿媳绝对没有私自挪用过，更别说是拿来替西西做衣服了。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儿媳做不出来，也不会做。妃子笑向九王爷借用了一下御风，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两个人回来了。老爷，白银少了1万两，黄金少了1000两，其余的东西都在。难道真的错怪了苏月华？笑笑，
你误会苏姨娘了，给她道个歉吧。这些年，她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不容易，你要怪就怪爹爹吧，是爹爹对你疏忽了。飞傲天这样的眼力劲儿，怎么就当上丞相了呢？这圣王朝是没有人了吗？爷爷，如果我能证明苏月华说谎了，您准备怎么处置他？按照家规，应该要把他休了，对吧？大小姐，妾身知道你不喜欢我，如果你非要赶妾身出门，妾身无话可说。但是，妾身不受平白无故的冤枉。大小姐要是能拿出证据来，妾身愿意离开丞相府，此生永不踏入圣王朝半步。玉峰，让人抬上来。苏氏妾不见棺材不掉泪，那就让他死个明白。本王的九王妃，担待不起忘恩负义的罪名。玉峰点了点头。是。灵力传音，很快九王府的侍卫就抬着几个大箱子来到了大厅。这不就是丞相夫人的嫁妆吗？九王爷让人把嫁妆抬上来干什么？九王爷，这些都是夫人的嫁妆，当初的封条都还在，证明妾身没有动过里面的东西。王爷这是要干什么？还是让侍卫赶紧把箱子放回库房吧，这些会成为大小姐的嫁妆，到时一并送到九王府去。玉峰，打开。是，王爷。老爷，爹，妾身是被冤枉的，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那些侍卫抬着箱子就把白银、金子往地上倒。一开始，箱子表面确实铺了一层真金白银，可箱子的底部却是整整大半箱的石头。苏姨娘，这库房的钥匙一直是你贴身保管吧？这些钱不是你挪用了，难道还会飞了？石头又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进去箱子里，鱼目混珠的？你应该很清楚吧？冤枉啊，爹！儿媳真的是被冤枉的。见儿媳10个狗胆，儿媳也不敢偷拿夫人的嫁妆呀。再说了，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儿媳在丞相府吃好的穿好的过着日子，这钱根本用不到啊，还请爹爹明察。这时侍卫又把另外的几个装布匹的箱子打开了。那这绸缎你又怎么解释？价值连城的锦绣绸缎被你换成了普通绣娘绣出来的绸缎，看着差不多，但是价值却千差万别。你也别狡辩了，妃子熙身上那件衣服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绸缎被人偷龙换凤了，苏姨娘这事儿怎么解释呢？如果妃子熙不知情，那么就是你做的，要么就是妃子熙背着你偷偷拿了。到底是你们这对母女谁动的手脚呢？苏月华见大势已去，直接承认了。啪的一声，飞傲天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苏月华的脸上，当场写了休书。小王妃，不好了不好了，王爷毒发了，你快去九王府看看呐！什么？司徒寒毒发了？不应该啊，难道是那个人动手了？妃子笑急冲冲地来到了九王府。滚！统统给本王滚！玉雷，王爷怎么样了？是毒发了吗？不行，王爷这毒素太厉害了，来势汹汹，根本就控制不住。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灵力乱窜，九王爷会暴毙身亡的。就算是华佗在世也无能为力了。如今之计，只能是顺其自然了。不行，你们的身手联合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九王爷修为深不可测，硬闯不是一个好办法。我进去试试。不行，小王妃，不行，王爷会伤了您的。妃子笑不顾侍卫们的劝阻，推开了寝居室的门，走了进去。推开门，一个砚台就重重的朝着他砸了过来。滚！滚出去，听到没有？给本王滚！是我是妃子笑。王爷，我能进来吗？王爷，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我进来了。一路小心翼翼的走过去。滚！滚出本王的书房！王爷，让我看看行吗？我能缓解你的疼痛，遏制毒发，我能帮你，你别抵抗行吗？滚！本王让你滚！快点滚！金针飞转，只要他够快，司徒寒不一定能伤到他，指不定就成功了呢。王爷，我给你针灸好不好？你别动，行吗？
就在司徒寒放松警惕的时候，妃子笑手上的金针飞转，径直地刺入了司徒寒的头顶。又是几根金针准确无误地刺入了司徒寒的穴道。突然，变故发生了，司徒寒一掌直接朝着妃子笑的天灵盖打了过去。好在妃子笑一开始就有准备，就在司徒寒一掌下来的时候，他一根金针就朝着他刺了过去。九王爷，我是妃子笑，你看看我，看清楚了，我是谁？这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味道，让九王爷原本已经黑化的双眼慢慢的恢复了过来。直到看清楚面前的人，他赶紧收回了灵力。一套针法完成后，突然妃子笑感觉到了一股呼吸的气息。司徒寒竟然把头放在了他的肩膀上，没想到原主娘亲留下来的神医秘籍竟然这么管用。过了差不多半炷香时间，没了任何动静，说话声也没有了。玉雷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进去，生怕惹怒了那杀神。妃子笑摇了摇手，示意玉雷别出声，怕吵到了九王爷。是王府的人，去床榻上睡吧。直接去了旁边的房间睡觉。突然司徒寒伸手顺势拉了一下妃子笑，小丫头，躺一会儿。是骆子红，手工杀还在，那些人也不放心，估计想加一道骆子红保险一点。明知有毒，你没反击，你忌惮宫里的人，怕惹事。反击了，这次皇太后的寝宫应该人仰马翻了。就在他察觉他的碗筷上被人下毒以后，他就怒了。妃子笑悄无声息地在空气中放了一种痒痒粉，这种痒痒粉中了这种毒药的人会全身发痒，全身长脓包，剧痛无比。入夜进了。王爷，任务完成，明天一早后宫就会出大事儿。这一次皇太后和上面那位的做法彻彻底底的惹恼了司徒寒。第二天后宫大乱了，一夜之间皇太后寝宫、殷妃娘娘寝宫的婢女、侍卫全部死于非命，尸体一排一排的被挂在了正殿的横梁上。司徒寒主院的方向升起了一朵蘑菇云，一声爆炸的巨响从里面传出来。小王妃，小王妃你出来，你别吓我呀，小王妃！让开，快点让开！水呢？我要水！就在房屋被他炸的那一瞬间起火了，此刻他身上的衣服也燃起了一团火焰。就当司徒寒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妃子笑扑通一声，整个人栽进了王府的荷花池里，他身上的火才灭了。看着倒塌的房子，还有荷花池里的妃子笑，九王爷嘴角一阵抽搐。这是干什么？他不过才离开了2-3个时辰，整个九王府就快要被妃子笑拆了。扑腾扑腾几声，妃子笑竟然喝了几口水，火灭了，但是他不会游泳啊。看到这情况，司徒寒一个飞身去把妃子笑救了上来，带王妃下去沐浴更衣。要不我还是回丞相府吧？对，这太尴尬了，还是回丞相府再制作解药吧。小王妃，还是去换衣衫吧，衣服湿透了会感染风寒的。妃子笑收拾妥当以后落荒而逃，直接回了丞相府。司徒寒在偏院沐浴更衣，换好衣衫已经是1个时辰后了。九王府哪里还有妃子笑的身影？这一问，司徒寒气笑了。逃了。司徒寒冷着一张脸，让玉峰他们抓紧时间找匠工把院子恢复原样，就进了旁边的书房。王爷为何不去找小王妃啊？反正快成亲了，您助小王妃的时间又不是不可以。1炷香的时间，司徒寒挥退了所有的侍卫，独自飞身落在了妃子笑的房间。看到妃子笑正在炼丹，司徒寒嘴角一阵抽搐。又来？你这是在炼丹吗？不要打扰我，王爷自便。你有事儿？这丹药依旧会炸。怎么可能？中午那是意外，应该是丹药炉有质量问题。司徒寒那双黑曜石的眼眸越发的深邃了，仿佛能看穿前世今生，让妃子笑所有的秘密都无处遁寻。你确定你是飞傲天的女儿，是圣王朝的人？王爷有话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如果王爷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以去调查。圣王朝有能瞒得过王爷的事情吗？你不可能炼丹成功，丹药炉不是放在炭火上烤，而是用灵力来控制丹炉。你不是灵修，哪儿来的灵力？怎么炼丹？什么？不是用炭火，用灵力？开什么玩笑？这不是炼丹，你不懂，这是在烘药，烘干了研成粉末，制作毒药。强词夺理。他没有直接揭露他的谎言，而是直接朝着妃子笑的床榻走了过去，动作自然无比的躺了上去。收拾妥当以后，妃子笑这才拿出了金针去给司徒寒针灸。妃子笑每次针灸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好了，王爷你可以回府了，明日再来。想学炼丹，成为炼丹师也并不难，本王教你。首先你得修炼灵根，然后再拥有灵力。司徒寒没等妃子笑回答，只顾着教起了妃子笑修炼灵力的方法，也不管他听没听懂。哪知道妃子笑竟然真的认真的学了起来。从这以后，司徒寒堂而皇之的霸占了妃子笑的床榻，而妃子笑开始没日没夜的修炼。大胆丫鬟，竟敢私吞月凤！本小姐看你是不想活了，快点把银子拿出来，要不然别怪本小姐不客气。没有，奴婢真的没有拿银子，奴婢是被陷害的。二小姐，你一定要为奴婢做主啊！打，给本小姐狠狠的打，打到她认罪。贱丫头，嘴还挺硬的。本小姐告诉你，你以为咬紧牙关不招供就行了？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不是妃子笑指使你这么做的？没拿银子，你打死奴婢！奴婢，贱奴婢，都快要被打死了，竟然还维护妃子笑。行，我倒要看看这狗奴才的命到底有多硬。桂嬷嬷，上刑，必须让他招供。华夫人掌家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一次都没发生。大小姐这才刚刚掌家，她身边的丫鬟就敢扣下所有人的月俸，这么下去还得了？大小姐舍不得教训奴婢，我这当妹妹的帮她教训，要不然这刁奴无法无天了。桂嬷嬷，是二小姐。这时丁姨娘院落里的丫鬟来领月俸，远远的看到这一幕，吓得转身就跑。她回到了院子里，哆哆嗦嗦的把这件事告诉了丁姨娘。丁姨娘一听，脸色煞白，领着丫鬟去了妃子笑的院子里。大小姐，不好了，出事儿了！大小姐，你快去救救小蝶，小蝶快被打死了！你说什么？小蝶怎么了？快说！具体的事情妾身也不是很清楚，你赶紧去库房，去晚了小蝶就没命了，快点儿！妃子笑没管那么多，提着裙子就往库房而去。小九，东南方，你去救小蝶，快点！小九是九王爷安排在妃子笑身边的暗卫。抓刺客，有刺客！小九点了小学的穴道，给他止血。小九，动手的都灭了。那几个手里还拿着棍棒的家丁瞬间毙命了。桂嬷嬷就这样直直的倒下去了。杀人了！大小姐杀人了！血，好多血呀！死了，真的死了。桂嬷嬷，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看看西西啊！嬷嬷，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我该怎么办？娘亲被赶出了圣王朝，西西就剩下你这么一个亲人了。桂嬷嬷。此时妃子笑正拿着金针在抢救小蝶。闭嘴！你再敢多说一句，你也下去陪你的桂嬷嬷吧。妃子笑，你个恶毒的女人，你竟然连一个嬷嬷都不放过，你个杀人狂魔，不得好死！妃子笑，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一定会。小九，是小王妃。小九抱着佩剑朝着妃子熙走了过去，那锋利的利剑刚刚出鞘，妃子熙就吓晕过去了。这也行，就晕过去了？就这么死了，未免太便宜他了。
玉峰，丢柴房去，等着王妃处理。是，王爷。妃子笑给小蝶针灸后，她依旧因为失血过多昏迷着。该死的，妃子系根本就没有给小蝶留活路，这是要直接打死小蝶呀！不行，必须要输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妃子笑想到了一个办法，让玉峰赶紧去准备他要的东西，并且多叫几个侍卫过来，他要取血。小王妃，这是小的奉命去买的凝血丹，您给小蝶姑娘吃下去就能止血了。哦，对了，还有这金创药。不好，小蝶七窍流血了！小王妃，赶紧给小蝶喂药。王爷说了，小蝶姑娘只要挺过今晚，就不会有性命之忧。您给小蝶姑娘处理好伤口后，我和小九今晚守夜。妃子笑看着竹篮里他要的那些东西，鸡肠子，还有各种做匹配的瓶瓶罐罐，用不上了，只需要一颗丹药就能凝血，不会喷血了。妃子笑把小蝶身上所有的伤口都处理好了，已经是2更天了。他回到寝居室，司徒涵已经躺在床榻上等着他了。今晚先歇息，明日再针灸吧。不行的，必须要连续施针22针，也就是22天，已经过去17天了，中途不能断。体内的毒素已经排了大部分了，这个时候不能前功尽弃。王爷还是躺好吧。妃子笑拖着疲惫的身体，拿出金针就开始消毒。我来吧，你先去喝一盏茶。好。他和司徒涵2个人的相处越来越随意和有默契了，竟然有点像是老夫老妻一般。司徒涵把所有的金针按照妃子笑平日里的步骤，一丝不苟的全部消毒好，放在了一边。司徒涵眼神深深的看了一眼妃子笑，在床榻上躺好了。3更天终于完成了。夜深了，过来睡觉吧。是九王爷他不愿意。好，你先睡一会儿，我去洗漱一下。很快，妃子笑洗漱好，换了睡衣就进了房间。穿着这睡衣，她有点难为情，是真丝做的吊带短裤睡衣。妃子笑习惯这样穿着睡觉了，所以按照前世的习惯做了一套。司徒涵的余光就一直打在他身上，有光没有光，对司徒涵这样的绝顶高手来说都没差别。丫头，别怕，睡吧。妃子笑紧绷，如同一个木偶一般躺在床榻上，不敢动，就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这时，司徒涵的一只手从他的腰间横了过来，妃子笑突然颤抖了一下，浑身紧绷，腰上横着的那只手让他呼吸困难。这个感觉太难受了，但是这种感觉又很陌生。他像是被困在一个笼子里不停挣扎的野兽，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睡吧。睡觉，没有下一步动作了，是这样吗？半炷香后，他听到旁边司徒涵那均匀的呼吸声，这才松了一口气。疲惫到不行的妃子笑很快就睡了过去。这时，原本应该睡着的人却睁开了眼睛。这小丫头是在害怕，不过也是，她虽然做事沉着冷静，手起刀落，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小丫头，对男女之事怕是一知半解吧。该死，怎么会？妃子笑没失眠，司徒涵倒是失眠了。怀里的小丫头睡觉很是不老实，睡着的小丫头就是一个小恶魔。半炷香换一个姿势，死死地抱着她，头不停地往怀里蹭。那双小手也是不老实，一会儿摸她的脸，一会儿摸腹肌。一整晚，司徒涵饱受摧残。他丝毫没有想到，他家小王妃竟然是这样的王妃。司徒涵有那么一刻的冲动，想要把这不老实的女人直接就地正法了。怎么回事？王爷和小王妃都日上3竿了，竟然还没起床。按照王爷的生活习惯，不应该啊！难道是出事了？哎，不行，我得进去看看。站在外间问一问也好啊。小姐，你找死是不是？你是女人，你有理了。信不信爷发起火来，连女人也打？你这是去送死，你信不信？你还没进房间，王爷就先送你上路了。呸！你懂什么？王爷和小王妃到现在还没起床，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得进去看看。让开！你再拦着爷，爷发火了。滚！妈呀，怎么回事？一大早的，王爷竟然杀气十足，声音明显不对劲儿，带着几分的沙哑，像是被困千年的猛兽，那种怨气可冲破云霄啊！
玉峰看了看小九，希望他能给答案。可这个时候，小九抱着佩剑溜得更远了，他又退出去了方圆2公里。滚！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了，妃子笑房间的门被打开了，九王爷神清气爽的从里面出来，脸上竟然带着几分笑意，那感觉就如同如沐春风般的柔和。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的事儿这么诡异呢？王爷不是应该很生气，阴沉着脸吗？王爷会不会救我算账？他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我开刀消气。不要，我害怕。九王爷从房间出来了，平日里的那张冰山脸竟然挂着一丝满足的笑容。王爷，你没生气啊？传早膳吧，让后厨准备一点粥。是王爷。怎么回事？王爷难道毒发了？为什么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刚刚那2个官差早就被小九打发了，这一了解才知道，竟然是丞相府的小姐少爷们去官府告发妃子笑滥杀无辜，丞相府的好几个侍卫都死于非命，二小姐不知所踪。谁说九王爷不近女色的？谁说九王爷身中剧毒不会有子嗣的？站出来！他妈的，这就是危言耸听、捕风捉影的事情。该死的男人，他这叫不近女色。丫头，饿了吧？赶紧吃吧。不回九王府，想做上门女婿，还没成亲呢，回你的九王府去。笑笑真是急着要嫁给本王了。也是，都这样了，是该娶你过门。本王今日就找丞相商量亲事，尽快娶你过门。吃饱了，不吃了，王爷慢用。尽快完婚，娶她过门。抱歉，他现在不愿意了。司徒涵就他妈的是洪水猛兽，得远离。就早上那种事情，他真的不想再发生了。吃饭的时候，他捏着筷子的手都在颤抖，酸软，完全使不上力。司徒涵确实履行了承诺，没动他，但是仅限于那层关系，最后的事情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就他妈一点没少。这还没成亲呢，要是成亲了，那还得了？妃子笑从房间出来，直接去了柴房。小九，带他出来。是，小王妃。妹妹，如果你就这么死了，你说五皇子会不会伤心啊？想来应该是不会，毕竟五皇子府事情那么多，你已经失踪了一整晚，他还没有察觉出来，这是对你有几分上心呢？不过府里的几个弟弟妹妹到底惦记着你，一大早就去报官了。可是怎么办？衙门不管这桩家事啊。这么大的丞相府，死几个人应该没关系吧？毕竟意外时常发生，不是吗？恶魔。放心，我已经让人去通知五皇子了，在五皇子到来之前，我会给你整一个同款脸，保证和小蝶背后血肉模糊的样子一模一样。你说，一张如花似玉的脸毁容了，五皇子是恶心你、嫌弃你，还是心疼你呢？他还会把你娶回家吗？流血了，真有点瘆人呢。这么好看的脸毁容了，真是有点可惜。妃子笑就是一个歹毒的女人，她就不怕遭天谴吗？九王爷要是知道妃子笑是这般歹毒的人，必定不会娶她过门。妃子笑拿着匕首，慢条斯理的在妃子熙脸上划着，每一刀不深不浅，不会致命，但是也不太好受。这就害怕了，这就痛了，伤害小蝶，让侍卫把她后背打得血肉模糊，废了小蝶食指的时候，他没害怕。人终究要为自己犯的错而买单。去告诉王妃，丞相带着人往这边来了。飞傲天来了，正好，这笔账一起算吧。小笑，她是你妹妹，纵然有错，你也不能这么对待她呀。爹，你总算来了。爹，你要是再不来，西西就要死在妃子笑手上了。我毁容了，我还怎么活下去啊？爹，你一定要为西西做主啊！晚安，西西不哭，
爹一定给你买最好的生鸡丹，让你安然无事。相信爹爹，你不会毁容的。笑笑，她是你妹妹，即便是做错了事情，你也不能这么对她呀。做错了事，你应该告诉爹爹，让爹来管。再说了，就一个奴婢，犯得着姐妹反目成仇吗？死了也就那么一回事儿，再去市场买几个回来就行了。你给妹妹道个歉吧，这事儿就别追究了，翻篇了。哼，小蝶虽然是丫鬟，但是在我心中，她比丞相大人的地位重多了，我不可能道歉。还有，如果妃子系以后再敢挑事，踏入我的院子一步，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丞相大人请回吧。妃子笑，我是你爹，你怎么说话的？你果然是有娘生没娘养，就是一个不懂礼数的乡野丫头。确实没娘教，我娘已经死了，但凡我娘还在世，也不会让她女儿被侍妾和庶出的女儿欺负。对了，我还没有爹，我爹也死了，我爹已经死了多年，非丞相就不用诈尸了。我没爹，你也当没有我这女儿。以后非丞相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李子霄，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要和本相断绝父女关系。这还不够明显吗？还需要再重复一遍吗？非丞相从未把我这个女儿放在心上，今后也不必惦记了，就当没有这个女儿吧。过几日我就搬出丞相府。这贱人要滚出丞相府，真好，滚吧，快点滚，最好是现在就滚。爹，你别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好，姐姐就是任性了一点，她说的都是气话，爹爹别当真。再说了，姐姐又没有什么手艺，离开了丞相府，她吃什么穿什么？姐姐，虽然咱们之间也误会，但是你也不能意气用事啊，爹怎么说也是为了我们姐妹好。你要是真的和爹爹断绝了关系，你能上哪儿去呢？去九王爷府上住吗？可是你们还没有成亲啊，总不能流落街头吧？到时候别人还要在背后说丞相府的坏话，让爹爹在人前抬不起头。你赶紧给爹爹认错，说好话吧。你就只会这点手段了，永远上不得台面。放心，搬离了丞相府，我就算是要饭也不会在丞相府门前要。对了，要是哪天我飞黄腾达了，也请各位不要来认亲，懂吗？姐姐，你别意气用事啊，这不是说气话的时候，你赶紧给爹道歉吧。有些话说了就没有回头路了。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对了，麻烦飞小姐以后也不要姐姐姐姐的叫，我没爹，也没有兄弟姐妹。再见。不对，最好永远别见。心情很好。收东西，咱们搬家了，搬空，必须搬空，即使丢垃圾堆也不给丞相府的人留分毫。小王妃也真是的，去住什么客栈呢？直接住九王府就好了。王爷的主院被小王妃掀翻毁了之后，匠人已经重建了，并且重建以后的主院大多数都是按照小王妃的喜好建设的，有给小王妃放药材的房间，还有小王妃专门放衣服的房间，就连小王妃的衣服，王爷也让绣娘准备了很多，按照小王妃衣服尺码定做的。哦，对了，还有王妃和小王爷大婚之日的喜服，绣娘也在赶制了。圣王朝最好的绣娘都被王爷请了过来，上百号人没日没夜的赶工，就为了让小王妃成亲那天风风光光的嫁进九王府。哪知道小王妃要从丞相府搬出去，竟然直接无视了九王爷。堂堂九王爷的王妃去住客栈，这不是啪啪啪的打九王爷的脸吗？按照小王妃这架势，怕是已经忘了和九王爷有婚约在身了。九王爷想要娶小王妃进门，也变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事儿。九王爷能不生气吗？妃子笑走到门口，就快要出院子了，这才想起了什么，他好像有什么东西忘记拿了，随即妃子笑又折了回来。王爷，走吧，晚上请你吃大餐，庆祝我脱离了丞相府，新生了。起身跟着妃子笑出了丞相府，但是当飞傲天去飞老爷子院子的时候，丞相，老爷让小的带话给您，既然当爹的做不到公平对待，大小姐要脱离丞相府，那就随她去，谁都有资格指责她，但是您没有，您从未把她当亲生女儿对待过，
那大小姐也没必要当您是爹，您欠的恩情不去打扰大小姐，就当还了。什么没当大小姐是亲生女儿啊？大小姐不就是夫人和丞相的亲生女儿吗？丞相欠大小姐什么恩情了？听到这话，飞傲天仓促地退后了几步，站了差不多半炷香。飞老爷子也没有打算见他的意思，这才离开了。丞相离开了。老爷子拿出了一块令牌，还有几张1万两的银票给侍卫。去把这个给大小姐，告诉她，不管做什么决定，爷爷都支持她，爷爷永远是她坚强的后盾。如果受委屈了，被人欺负了，拿着这令牌去醉香楼找掌柜的，掌柜的知道该怎么做。想爷爷了，就去城西的寺庙看爷爷。龙虎令牌，这可是飞家最后的依仗啊，也是前丞相夫人欧阳菲菲留下来的势力，留着飞家人万不得已的时候保命用的。哪知道飞老爷子竟然物归原主了。飞大小姐要是真的出事了，有性命之忧，那些人即使见不到龙虎令牌，也会护飞大小姐安好的。妃子笑在生闷气，他让玉峰订了几间客房，他要先去客房落脚，再慢慢的找合适的宅子，最好是3进的大庭院。哪知道上了马车以后，司徒涵突然来了句回九王府。不去九王府，去客栈。丫头，九王府是你家，你是王府的女主人，不住家里住什么客栈？每晚你都要给本王解毒，本王也要教你武功，住客栈不方便。哼，应该是王爷不方便才对，更是没人知道王爷有半夜爬墙的习惯。那王爷的威严何在？去客栈，剩下的几次针灸，我会白天去九王府。没成亲，我是不会住九王府的，你歇了这心思吧。其实不想承认，他就是怕了，怕司徒涵把他的手废了。他还想成为丹药师呢，这才刚刚能有内力操控炼丹炉，手废了他就成废人了。司徒涵沉默了，没成亲，所以要住客栈。行，成亲，今日就成亲。玉峰，传本王命令，明日本王和王妃大婚，宴请文武百官。是王爷。玉峰，去皇陵，其他人回九王府。车头调转，妃子笑没坐稳，朝着司徒涵扑了过去。本王要带王妃去皇陵祭拜母妃，王妃也不用这么激动吧？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王妃不必过度担心。什么？去皇陵，去拜见九王爷的母妃，明日就大婚？妃子笑稳住身体后，内力一运转，准备飞身出马车，落荒而逃。哪知道司徒涵像是知道他的意图一样，把他抱得死死的。本王见王妃精力充沛，要不咱们继续早上的事？你，妃子笑不敢动了。这他妈是金玉系男神吗？谁会知道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王爷，其实就是个闷骚的男人？他怕了，1次2个时辰，他真的怕了。妃子笑哪里知道，他刚刚在九王爷怀里不要动，什么事都没有。毕竟司徒涵不是种马，可是对妃子笑，司徒涵那引以为傲的自制力，真的就什么也不是，根本控制不住。刚刚才尝到甜头，对妃子笑食髓知味的司徒涵哪里能控制得住，恨不得时刻黏在妃子笑身边。司徒涵吐气如兰，那温热的气息喷洒在妃子笑的脸上。司徒涵，你干什么？离我远点！司徒涵，你他妈的混蛋！后面的话妃子笑没有说出口，因为他已经没有机会说话了，嘴巴被堵住了。司徒涵让妃子笑彻彻底底的知道，嘴巴不只是用来吃饭说话的，还可以用来表达爱意。半炷香后，妃子笑瘫软在了司徒涵的怀里，他已经生无可恋了，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妈妈呀，原来早上王爷和小王妃在玩亲亲游戏啊，难怪这么晚才起来。确定司徒涵不近女色？可是为什么他这么娴熟呢？他连呼吸闭紧眼睛都不会，还是司徒涵提醒他闭眼睛。这种事情难道男人都是无师自通？走了差不多2个时辰的路程，终于到了皇陵。原本妃子笑以为九王爷母妃的坟墓会是一个很气派很庄严肃穆的坟墓，哪知道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土包，甚至没有墓碑。丫头，跪下吧，这是我母妃，今后也是你母妃了。
司徒涵跪了下来，把在路上商铺买的纸钱、贡品那些全部摆了出来，竟然还有一对喜烛。这，娘亲，丫头，母妃应该很满意你这个儿媳妇。她在世的时候经常念叨，要是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那该有多好。最是无情帝王家，她只想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她的母妃应该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好女人，这样的女人能坏到哪里去？司徒涵身上的剧毒就是打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所以皇宫里到底是怎样阴毒的人，才会对一个10月怀胎的孕妇动手？妃子笑没说话，也没有安慰司徒涵，这种时候只需要静静的陪着他就行了。母妃，本王找到他了，您应该可以瞑目了。丫头，我们成亲吧。本王没有高堂，没有双亲，母妃就是咱们的见证人。要是不愿意呢？你没选择的余地，这一辈子逃不了，所以你只能做本王的王妃。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那么九王爷，余生多多指教，咱们就互相陷害，不要去祸害别人了吧。好。妃子笑没有说明，但是他知道司徒涵应该懂他的意思。他不是圣王朝的人，他接受不了一夫多妻。余生可以指教，但是也可以指教其他的女人。但是那个时候九王府绝对没有妃子笑这个人。从皇陵回到九王府，天已经黑了。踏进九王府的瞬间，妃子笑愣住了。九王府一改之前的冷清，竟然无比的热闹，到处张灯结彩，全是正红色的纱幔。所以在马车上，司徒涵说明日大婚，宴请文武百官，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他们明日真的要大婚。小王妃，妃老爷子的侍卫已经在王府等候多时，您要见吗？不见的话，属下就去把他打发了。妃家的人，从今往后，他家的小丫头不需要妃家的庇护。既然已经和妃家断绝关系了，妃家人就应该消失得干干净净的。因为知道妃子笑在丞相府的遭遇，司徒涵对妃家的人都没有任何的好感。要见吗？要见就去主院见吧。会客不是去偏厅吗？怎么去主院了？这是九王爷给妃子笑的权利，他也是妃子笑坚强的后盾。在妃子笑心里，九王爷已经是他的男人了，在他母妃面前行礼拜了高堂，他相公的好意，他又怎么会拒绝？好，去主院见。大小姐和九王爷同进同出，已经住进九王爷的房间了吗？哦，不对，不是大小姐，应该是九王妃。妃子笑听到妃老爷子的那些话，那感觉说不出来的复杂。那封信，那枚他不知道有什么用途的龙虎令牌，都彰显了妃老爷子对原主的疼爱。他又怎么忍心拂去一个迟暮之年老人的好意呢？而这时九王爷从旁边的书房出来，手里拿了一封请柬。把这请柬给妃老爷子，明日本王和王妃大婚，本王希望他能来喝喜酒。是王爷。从九王府出来，侍卫拿着请柬快速的回去复命了。拿着请柬的妃老爷子一脸的高兴，一整晚都在禅房打坐祈福。天刚亮，妃老爷子穿着喜庆的衣衫，笑呵呵的就准备出门去九王府。阿爹，这么早您就要出门呢？参加孙女的喜宴，自然要赶早。你没收到请帖，就在家待着吧，免得去丢人现眼。说完这个，妃老爷子中气十足的离开了，气得妃傲天脸色阴沉，胸口跌宕起伏。养了妃子笑这么一个白眼狼不说，在这样的日子里，妃老爷子竟然还要来神补刀一下，让妃傲天的怒气更上一层楼，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故意的，妃老爷子就是故意的。九王府的下人们忙碌了一整天，直接熬夜了。九王爷的婚礼必须盛大，10里红妆。4更天，妃子笑就被喜娘拉起来梳妆打扮了。九王妃正妃的宫装繁琐到了极点，头上的凤冠就有好几斤重，压得脖子快断了。2个时辰后，妃子笑终于打扮好了。这时玉峰得到允许后走了进来，只是他没有赶进里间，而是在外间给妃子笑汇报。小王妃，妃老爷子来了，他还带了10几辆马车的嫁妆，王爷已经亲自出去迎接了，让属下来告诉您一声。什么？妃老爷子带来了嫁妆，10几辆马车的陪嫁，
这是十里红妆啊！飞老爷子哪来那么多钱？玉如意一对，良田500亩，铺子10间，绢布2箱，白银10万两，黄金5万两。袁公公一口气念了半炷香的时间，这还只是念了陪嫁礼单上一半的陪嫁。这也太多了吧！所有的宾客震惊了。丞相府的陪嫁这么大方的吗？这是把丞相府所有家底儿都搭上了吧？魏丞相真是出手阔绰呀！不过是嫁女儿而已，竟然又有这么隆重。当然了，这可是嫁给九王爷，以后飞大小姐就是九王妃了，九王爷就是丞相府的倚仗，有王爷撑腰，飞丞相更是一飞冲天了。李大人，您可能对飞丞相有误解。下早朝的时候，飞丞相冷着一张脸回府上了，据说飞大小姐和丞相断绝了父女关系。本官也听说了，飞丞相竟然连喜帖都没收到。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你没看到飞家只有飞老爷子过来吗？后来妃子笑才知道，这些陪嫁除了飞老爷子所有的家底外，还有司徒涵的手笔。他怎么可能委屈他家的小丫头，让她成为圣王朝的笑柄呢？陪嫁彰显了娘家的实力，是一个女人坚实的后盾。虽然妃子笑不需要这些，但是在九王爷的眼底，他家的小王妃值得天下最好的东西。及时，婚礼开始了，大半个皇宫的人都来了，皇帝、皇太后、皇后、燕贵妃，还有各种排得上名号的嫔妃，都来九王府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各种赏赐不断，亮瞎了文武百官的眼。九王爷大婚，果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礼成后，皇帝司徒懿带着那群人浩浩荡荡的匆忙离开了，一刻都不想多待。他可能是史上最憋屈的皇帝了。送入洞房，喜娘一离开，妃子笑就绷不住了，直接伸手掀开了盖头。这时，一身大红色衣袍的司徒涵走了进来，因为九王爷威名在外，文武百官见他躲都躲不及呢，怎么敢灌他酒，也不敢来闹洞房，所以司徒涵早早的就回到了房间。春宵一刻值千金，这是他和小丫头的洞房花烛夜，美，他家的小丫头真是美若天仙。司徒涵脚步仓促的走进来，等不及直接封住了那张唇。小丫头，娘子，丫头乖，叫香果。半炷香后，司徒涵冷着一张脸出了洞房。什么春宵一刻值千金，他这洞房花烛夜就是来折磨他的。谁见过洞房花烛夜冲一个冷水澡，然后在院子里练功的？九王爷就是这样过洞房花烛夜的。该死的，这鬼毒素！就因为身体里的剧毒，九王爷要维持禁欲系男人的形象，到怀里的娘子碰不得、摸不得、睡不得。累了一整天，妃子笑脱掉繁琐的喜服，换上她的睡衣以后，舒服地躺在床榻上，伸了一个懒腰。终于解脱了，这成亲典礼真不是人能承受的。九王府的训练场上却热闹到了极点。就当所有人以为今日王爷大婚，他们可以休息一晚上，不用练功的时候，王爷出现了。一个两个诧异到了极点。司徒涵全身充满了杀气。一起上。这今晚不是王爷大婚要洞房吗？洞房花烛夜就让小王妃独守空房，这不好啊，会让所有人误会王妃不受宠，以后王妃的下人们欺主啊。但是他们不知道，不是小王妃不受宠，而是洞房花烛夜，九王爷这个可怜的男人被赶出了房间，要洞房门都没有，让妃子笑帮忙，可能吗？小王妃的手很重要，那是救死扶伤的，而不是扶王爷的手。九王爷不好过，九王府的这些下人又怎么可能好过呢？一个两个半夜就被九王爷拉起来。王爷这是欲求不满吗？怎么看上去满身的怒火？一炷香的时间，所有的暗卫都躺在了地上。风雨雷电这4个侍卫一直跟在九王爷的身边，他们的修为在江湖上也能排上名号，可是在九王爷面前，他们就是弱鸡。继续修炼。丢下这句话，九王爷就离开了，留下风雨雷电躺在地上面面相觑。九王爷莫名其妙的发怒，是不是被王妃修理了？被王妃赶出来了吧？
没想到高高在上的王爷竟然也是一个剧内的男人啊！王妃威武！其他三人没理会玉峰这沙雕，他是不是嫌弃死得不够惨？玉峰，滚过来！完犊子了！在其他三只幸灾乐祸的眼神中，玉峰一瘸一拐的跟着九王爷去了主院。王爷，我错了，王爷您放过我吧，属下起不来了，腰废了，王爷！哪知道司徒涵不但没有手软，反而变本加厉，一次一次秒杀玉峰，把他打趴下，又让他站起来继续。玉峰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用灵力传音：王妃救命！王爷要杀人啊！王妃，王妃！自从九王爷教妃子笑修炼之法后，妃子笑睡觉的时间就很少了，依旧精力充沛。他起身披着披风，站在了房间门口。丫头，回房间去，夜深露重，别受凉了。走吧。司徒涵揽过妃子笑的肩膀，把她带着往房间走。滚！妃子笑在房间里炼丹，司徒涵就这么拿着一本书陪着，看上去清心寡欲到了极点。实际上，九王爷怒火中烧，该死的毒素解了，必须尽快解毒。以前九王爷身中剧毒，但是他却从未放在心上，那疼痛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寂寥的日子，如果不是还有剧毒的疼痛，他都快忘记他还活着。可现在司徒涵迫切地想要解毒，这该死的毒素已经严重影响他正常的夫妻生活了。第3天，妃子笑已经可以成功的炼出5颗4级解毒丹了。丹药等级分为成丹，2级有点药效，4级较好，6级稀缺，8级、10级几乎绝迹，千金难买。一个非常厉害的炼丹师，一炉丹药最多能出3枚4级丹药。入夜，司徒涵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药香。小丫头竟然真的炼出来解毒丹了，这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不一会儿，妃子笑打开了炼丹炉，拿出了里面的丹药，递到了司徒涵面前。你看看，这次成功了吗？属于几级丹药？司徒涵接过那5枚解毒丹，明显愣了一下。5枚？竟然是5枚丹药！丫头，怎么是5枚呢？那个原本是7颗，但是打开炼丹炉的时候废了2颗，就只有5颗了。就只有5颗？这丫头是不是对丹药数量有什么误解？就算是8级炼丹师，在炼4级丹药的时候，一次也最多出来5枚丹药。这丫头不过才4级丹药师，竟然就能炼出5枚丹药，这就是逆天的存在。还行吧。只是还行吗？又是2个时辰过去，妃子笑又一锅丹药起锅了。他敢保证，这一次的丹药绝对不会有废丹，绝对比7颗多。就在丹药成丹的时候，一道剧烈的闪电劈了下来。丫头，小心！那一道满含着力量的闪电直接朝着妃子笑的炼丹炉劈了过去。司徒涵更是没有想到，明明在炼4级丹药的妃子笑为什么会引来闪电？6级丹药师在丹药成丹的时候才会引雷，只有引雷成功才会成丹。飞傲天想要去黑市给妃子熙买生鸡丹，几天过去了，却没有一点消息，这让妃子熙整日在王府里以泪洗面，也不敢出去见武。我去，第2道闪电，这到底是几级丹药啊？司徒涵抱着妃子笑站在了屋顶，而所有暗卫打在妃子笑身上的目光像是看怪物一样。玉峰，封锁王府，调虎骑军守在3米开外，擅闯者杀无赦。这是要开战了吗？当第4道雷下来的时候，整个圣王朝轰动了。第10道闪电了，还没有完呢。小王妃炼制出来的丹药到底是几级啊？这一晚，无数道闪电朝着九王府的方向劈下来，整整劈了1个晚上，整整749道闪电劈下来，这才停止了。经过1晚上的严防死守，圣王朝周围那些绝顶高手终于歇了那心思，打道回府了。到后面，司徒涵怕侍卫镇不住，所以让侍卫和虎骑军都退下了，一人抵过千军万马，一身极强的威压，硬是没有一个人敢来犯。丫头，去打开看看吧。1颗，竟然只有1颗丹药。
8级成丹，竟然真的是8级成丹。数量不对啊，从预计的7颗变成了1颗，还有裂纹，应该不能要。那个，要不再试试？这一次一定能成功，保证能练出7颗成丹来，行吗？什么？下一次直接练出来一炉子的8级丹药来？小王妃到底知不知道这8级丹药代表了什么？1颗4级丹药有市无价，千金难买；1颗6级丹药更是稀世珍宝。一个6级丹药师1年练出来2颗6级丹药就已经是很高产了，而这8级丹药至今为止圣王朝的丹药师没有人能练出来，8级丹药师都没有一个，怎么可能练出来8级丹药？不对，现在有了，小王妃就是圣王朝的第1位8级丹药师。司徒涵把妃子笑带到了旁边的偏院，吃早点的时候，他给妃子笑普及了一下。所以8级丹药很少见，属于天才地宝。圣王朝没有8级丹药师，对吗？难怪当初妃子系和五皇子密谋，就是为了他手里的医书。等等，不对啊！妃子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妃家的人对他的态度很不对。飞傲天是这样，就连飞老爷子也是这样。难道原主的身世有问题？越想，妃子笑越感觉这里面有猫腻。飞老爷子肯定是知道真相的人，他得找个时间去寺庙找飞老爷子。这8级解毒丹对九王爷身上的剧毒也没用，要解司徒涵身上的剧毒还需要一味药——冰心黑莲。冰心黑莲。半月后，他们启程去九幽森林，那地方可能有妃子笑要找的冰心黑莲，但是九幽森林路途遥远，凶险，危险至极。好，从这以后，妃子笑每晚都不睡觉了，不是炼丹就是修炼。当妃子笑手里4级丹药、6级丹药堆的架子上已经摆不下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开药店的想法。对，就是开药店卖丹药。小姐，快点儿！这里，你看这胭脂，味道好好闻啊，有桂花香。小姐要是用这胭脂，一定特别漂亮。小娘子，买这么多东西，也帮你拿呀。话音落下，那男人的咸猪手竟然朝着妃子笑怀里的东西摸去。他的目标不是给妃子笑拿东西，而是在大庭广众下公然调戏妃子笑，直接上了手。找死！所以一脚直接朝着那个男人的胸口踢了过去。外人看来他是找死，不知死活。小娘子修为不错呀，够了，爷喜欢。明人不说暗话，爷看上你了，跟爷回去做小妾吧。爷是灵狐狂的亲弟弟，你跟着爷保管吃香的喝辣的。灵狐狂，这是谁？黑市就是灵狐家的产业，灵狐狂是主子。黑市啊！呸！想什么呢？就你这长相，也不撒尿照一照，哪里配得上我家小姐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爷看得上你家小姐是他的福气。走，今晚就和爷洞房去。话音落下，灵狐天一个飞身就朝着妃子笑袭来，可是妃子笑一点都没害怕。过了几十招后，砰的一声巨响，灵狐天飞出去，狠狠地砸在了旁边小摊贩摆着的桌子上，顿时桌子被大卸8块，卸成了无数的渣渣。一口血从灵狐天的嘴里喷了出来。一个黄阶巅峰的武者竟然完虐了一个玄阶武者，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儿的。大胆！你知道灵狐公子是谁吗？他可是灵狐家的2公子，你竟然敢对他动手，是不想活了吗？2公子看上你是你的福分，还不赶紧过来给2公子赔礼道歉啊！赔礼道歉，他也配？臭娘们儿，在圣王朝谁不敬灵狐家3分呢？在灵狐家面前，是虎得卧着，是龙得盘着，都给本公子上！谁要是把这娘们儿拿下，本公子送他一枚4阶的洗髓丹。什么？4阶洗髓丹？那不是3日后黑市上拍卖的丹药吗？重金之下必有勇夫，更何况是武者都想拥有的洗髓丹。不由分说，纷纷提气朝着妃子笑攻击了过来。妃子笑却不让小九出手，
在暗处看着就好。毕竟从黄阶武者进阶到玄阶武者需要一个契机，很多人一辈子都等不到这个契机。万一他实战中就进阶了呢？小九一直在暗处注意着这边的动向。一开始妃子笑应对很吃力，好几次差点受伤，吓得小九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公子，不好了，不好了，二公子被人打伤了。可是二公子看上了一位姑娘，但对方是一个狠角色。废了。是公子。几道身影瞬间从暗处飞出，眨眼间消失在了暗楼。半炷香的时间，玉雷走进了暗楼，把手里的几瓶丹药放在了灵狐狂面前的桌上。把这些丹药也列进拍卖会上，价高者得。灵狐狂点了点头。什么？6级丹药？怎么会是6级丹药？这里全是6级的进阶丹。什么？进阶丹？还是6级的进阶丹？灵狐狂拿着丹药瓶的手在颤抖，因为他就是一个玄阶巅峰的武者，已经在这个阶段停留3年了，等不到契机，没有任何的突破，止步不前了。可有了这进阶丹，那就不一样了。进阶丹就是一个契机。小王妃说，等什么时候他研究出来炼8级丹药不会眼雷了，他再开始炼8级丹药。玉雷，我能见见王妃吗？就一面。应该不行，王爷很宠王妃，保护得太好了。江湖上的事情，王爷不想让王妃接触。见不到吗？8级丹药师啊！没想到小王妃就是前段时间轰动整个玄月大陆的8级丹药师。而就在这时，灵狐狂派出去的一个下属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暗楼。灵狐狂起身点了他几处穴道，一枚还魂丹喂了下去，那个下属才保住了性命。公子，快去救二公子，去晚了，二公子就没命了。话音落下，那黑衣男人就昏迷了过去。玉雷探了一下他的脉搏，五脏六腑尽毁，还魂丹只能保他性命，灵根已经被废了，不能修炼了。什么？被废了灵根？该死的，找死！我去看看，你在这等一下。话音落下，一些红衣的灵狐狂飞身出了暗楼。玉雷把丹药收拾好，也跟着出来看热闹。灵狐狂的这个亲弟烂泥扶不上墙，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色胚。要不是生在灵狐家，早已经身首异处了。一开始妃子笑并没有下死手，毕竟他还要和黑市做交易呢，总不能杀了灵狐家的二公子吧？哪知道不一会儿黑市的人就来了，他们公子下令要废了他。好，很好。半炷香的时间，敌方10几个人，他只留了灵狐天和去报信的那个人的半条命。去告诉你们公子，1刻钟他不来，你们家二公子就没命了。找死！敢伤本公子弟弟！灵狐狂愤怒到了极点，含着肃杀飞过来，不由分说，含着玄阶巅峰武者的威压，就朝着妃子笑一掌劈了过去。王妃，小心！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早就有准备的小九从暗处飞身过来，接住了那一掌。地阶武者，原来这个黄阶武者身边还藏着一个地阶武者，难怪这么嚣张啊！哼！灵狐狂不是小九的对手，可他依旧没有在怕，眨眼间又迎了上去。妃子笑站在一边，直直地看着2个人的一招一式，这2个人的修为都在他之上，他可以学习一下。妃子笑眼睛都不眨，直直地看着结界中打得难舍难分的2个人。还能这样出手？是这样吗？看着看着，妃子笑竟然跟着比划了起来。灵力运转几个周天，他竟然有了一点感觉，整个人跃跃欲试。于是妃子笑一个飞身朝着结界而去。小九，让开，我来。小九虽然退到了一边，也相信王妃的实力，可看着中央的2个人，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出了什么差错伤了王妃。小王妃可是九王爷的心头肉，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飞了。要是小王妃有什么闪失，小九难辞其咎，等待他的就是死亡，或者生不如死。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九几乎可以确定了，这个灵狐狂是九王爷的人。这也行吗？我去，
小王妃到底是什么怪物？这也行？小王妃到底是什么怪物？这偷师学艺的本事真的无人能及。他敢保证，他只是用了一遍红玉剑功的功法，小王妃竟然记住了，还学会了。等等，他这会儿使用的是天命浩诀的功法，这不是令狐狂刚刚应对他红玉剑功时使用的招式吗？天哪，小王妃简直要逆天了！因为短短的时间内，妃子笑不仅学会了红玉剑功，还学会了对方的天命浩诀。要命啊！以后谁还敢在王妃的面前修炼？只要是一遍，王妃就能记住，并且完美的复刻出来。这时玉雷也到了现场，看到结界里的3个人，傻眼了。什么？灵狐天那混蛋登基调戏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小王妃。完了完了，灵狐家要完蛋了，灵狐家要毁在灵狐天这个坑货的手里了。王爷要是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暴怒啊！等等，再等等，这或许是王妃的契机。你看天空，只见原本晴朗的天空，此刻已经黑云压城，城欲摧了。不好，是雷劫，保护王妃！雷劫？是雷劫终于要来了吗？司徒涵也说了，他的契机不会这么快就来了。这个时候渡劫的人绝对不会是他，所以他完全没管突然阴沉下来的天空，而是攻击灵狐狂的速度越来越快，角度越来越刁钻。他竟然把红玉剑功和天命浩诀的功法结合了起来，形成了一套新的自创功法，把原本2套功法的不足之处都改了。妃子笑用这新功法，带着威压，快速地朝着灵狐狂攻击过去。灵狐狂也怒了，身上气势一转，真气运转，带着雷霆之怒的一掌，直接朝着妃子笑的天灵盖劈去。快住手！那是小王妃！什么？王妃？这是什么意思？面前这个女子就是传说中的小王妃？这也太离谱了吧！怎么会这样？灵狐狂赶紧收了手上的力道，但是含着玄阶巅峰武者威压的一掌，岂是想收就能收得住的？完全收不住了。他不但没有闪躲，反而直接飞身迎了上去，掌对掌。突然，妃子笑嘴角溢出了鲜血，身体摇摇欲坠，5脏6腑皆因为那一掌被震到了，全身疼。哪知道这个时候变故发生了，祸不单行，总是雪上加霜。轰隆一声巨响，原本已经漆黑的天空闪起了一道几米宽的闪电，雷劫眨眼间就下来了。王妃，小心！快坐下运转真气！说快也快，眼看雷劫就要劈下来，妃子笑赶紧盘腿坐下来，运转灵力。1个周天后，咔嚓一声，一道雷劫劈在了他身上。小王妃，她怎么就是小王妃了？该死的！灵狐天调戏谁不好，竟然当街调戏小王妃，这可是九王爷的新奸宠呢！完了，这下真的完了！快，别愣着，护法！好。怎么回事？这第1道天雷怎么会这么厉害？小王妃不过是一个黄阶巅峰武者而已，按道理说，雷劫没这么大威力啊。第1道天雷，2个护法给妃子笑卸掉了一部分威力，可他承受起来依旧够呛。第2道天雷，3个人同时护法，天雷打在妃子笑身上。王妃，小姐，完了！但是这粒雷劫只要契机到了，第1道天雷下来就没有停的道理，必须要3道天雷全部下来才会停。不能停，躲不过，只能硬生生的扛着，硬生生的受着。小王妃，小姐，雷劫而已，不就是3道天雷吗？我可以，我一定可以的。没事，我还行。话音落下，妃子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闭上眼睛就开始运转灵力。还魂丹，你身上带还魂丹了吗？快点，给王妃喂1粒还魂丹，可以疗伤。虽然不能短时间内让她痊愈，但是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还魂丹没有，但是有进阶丹，黄阶武者可以用吗？可以，快点拿出来。好。妃子笑服下进阶丹以后，赶紧开始运转灵力。就在进阶丹到达丹田的时候，
他原本上蹦下窜，还没有来得及梳理的灵力，竟然平和了很多，五脏六腑也没有原本那么疼了，就好像一缕春风拂过，温柔到了极点，沁人心脾。也就在这时，第3道天雷要下来了。立雷劫，应该是有人进阶了。这几个月来，圣王朝都没人立劫，没想到今日竟然有一个。看着天雷的威力，应该是玄阶武者立劫。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升起了一枚求救信号弹，那是九王府特有的求救信号。等等，王妃，王爷，是王妃！玉峰的话言还没落下，九王爷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了。小丫头，笑笑！妃子笑一口心头血，犹如开闸的洪水一般喷洒出来后，晕倒在了司徒寒怀里。雷劫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司徒寒害怕了，这是从未有过的陌生情绪。这一刻，他竟然在害怕。笑笑，笑笑！这时，在司徒寒后面赶过来的玉峰看到这情况，王爷，转生丹，给王妃服用转生丹。对，转生丹。九王爷那里有一颗8级转生丹，这还是先皇驾崩前秘密赏赐给九王爷的宝贝，就是为了在危急时刻能够保住他的性命。王爷，把转生丹碾碎了喂进去，太大了，王妃这情况怕是咽不下去啊。司徒寒又照做。转生丹顾名思义为转生丹，就是只要有一口气在，人没有死，服用转生丹就能转危为安。司徒寒把转生丹碾碎了喂到妃子笑的嘴里，此刻司徒寒已经收敛了所有的情绪，从刚刚的不知所措变得有条不紊了。把转生丹喂下去以后，司徒寒就开始运气，灵力一点一点地输送进妃子笑的体内，让转生丹的药效快速地发挥出来。九王爷，他怎么来了？怎么样？哪里疼吗？妃子笑摇头，妃子笑竟然有点感动，这种被关心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别担心，我没事。玉峰，马车，把虎皮铺在上面，还有毯子。是，王爷。原本司徒寒想要抱着妃子笑就这么飞回去，但是又怕妃子笑身子受不了，最后选择了马车。回到九王府，司徒寒沉默着没说话，但是动作却一点都不含糊，把妃子笑里里外外的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受伤，这才松了一口气。小蝶已经让下人们备好了水了，司徒寒这才起身去了书房。同玉峰他们一起来九王府的还有灵狐狂和灵狐天。完了，该死的，谁知道灵狐天调戏的竟然是九王妃，这不是找死吗？这他就说这龟孙子迟早会死在女人手上，哪知道他不但把自己作死，也把整个灵狐家作完蛋了。书房外，玉峰他们在向小九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去问王妃，然后直接隐了身子，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中。倒是小蝶伺候完妃子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给他们讲了一遍。原本想要去说情的几个，瞬间歇了这心思。这是什么事儿啊？要知道，现在九王妃就是王爷的逆鳞，碰谁不好，竟然去碰王爷的逆鳞，还登基调戏九王妃，这简直是不想活了！这都很闲吗？要进去和他们作伴。就在司徒寒的话音刚落，那几道身影瞬间消失不见了，只留下小蝶一个人尴尬地站在那里。王爷，我去看看王妃好了没有。话音落下，小蝶跑得比兔子还快。妈呀，可怕！王爷比当初的华夫人还要让人害怕。半炷香后，王爷，小的错了，王爷饶命，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我不要！伴随着这惊恐的声音，一道鲜血喷洒在了窗户上。玉峰，处理了。是，王爷。玉峰走到了书房外的时候，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书房的场景让他傻眼了。灵狐天断了气，灵狐狂重伤，身体摇摇欲坠。可即使是这样，他依旧咬着牙，一言不发，颤抖着身子，规规矩矩地跪在地上。他没有任何反抗的心思。谢王爷不杀之恩，谢王爷。滚！玉峰赶紧把重伤的灵狐狂从地上扶起来带了下去，又让玉殿把灵狐天的尸体赶紧拖出去，把书房处理了。
灵狐狂的伤势很重，五脏六腑都受了损伤，能不能保住性命，那得看他的命。挺得过去，那就没事了。王爷的怒火也歇了，要是挺不过去，就没有办法了。谁让灵狐家这么作死呢？可即使这样，灵狐狂也是心怀感激的。他很感激王爷没有牵连整个灵狐家，只是杀了灵狐天，惩罚了他。玉峰把灵狐狂带下去以后，赶紧给其处理了伤口，甚至要用内力给他疗伤，但是灵狐狂却拒绝了。不用了，就这样吧，这样我心里好受一点。我该死，如果不是我先伤了王妃，王妃历劫的时候不会受伤。房间里，妃子笑洗漱好以后，整个人竟然精神到了极点，全身轻盈无比，内伤竟然也在丹药的作用下恢复了。他渡劫成功，进阶了，成为了玄阶武者。这时小蝶端了一碗燕窝粥进来。小蝶是一个性格直爽、藏不住事的丫头，把九王府发生的事情碎碎念地告诉了妃子笑。王爷杀了灵狐天，重伤了灵狐狂，现在灵狐狂人呢？妃子笑把碗放下，就去找了司徒涵。受伤了就好好养着，乱跑什么呢？这责怪的语气中满满的都是关心。妃子笑心里暖暖的，竟然主动伸手抱住了九王爷的脖子，那润物细无声的爱竟然真的渗透进了心里。经过这件事，司徒涵明白了，他栽在了妃子笑手上。妃子笑知道司徒涵因为他的事情盛怒了下属，所以今晚特别的乖巧，窝在那温暖的怀抱里，软绵绵的像是小猫。想为灵狐狂说情？最后司徒涵默许了妃子笑的行为，让小蝶送了妃子笑自己研制的金疮药和九转金丹给灵狐狂。灵狐狂震惊了，顾不得身上的重伤，挣扎着下床，对着主院的方向叩了3个响头。属下谢过王爷，谢过王妃，谢谢。3日后，黑市暗楼的拍卖会开始了。早早的，九王爷就带着小王妃来了暗楼。3楼唯一的天字房里，距离拍卖会还有1炷香的时间。王爷，我去后面看看灵狐狂准备的怎么样了。打了一声招呼，妃子笑离开了天字房。姐姐也来参加拍卖会吗？爹爹在2楼订了包厢，姐姐还是不要去1楼大厅和那些江湖人士挤了，人多嘈杂。毕竟姐姐身份不一般，要是王爷知道姐姐来这儿抛头露面了，怕是会不高兴，姐姐回去也不好交代。再见面不是陌生人吗？这是要闹哪样？套近乎。这位姑娘，我们认识吗？别搞得一副我们很熟的样子，麻烦让一下，好狗不挡道。姐姐，我只是为了你好，即使你现在是高高在上的九王妃，但是也应该恪守妇道啊。这个地方人多嘴杂，王爷要是知道你来这里会不高兴的。姐姐还是早点回去吧。如果姐姐实在想看看这拍卖会，就跟着我和爹爹去2楼的包厢吧。爹爹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预定到了一个包厢，姐姐去吗？别姐姐姐姐的叫，本王妃没有妹妹。至于王爷喜不喜欢本宫，那也不是你应该管的事。即使妃小姐嫁给了五皇子，也得尊称本宫一声九皇婶，所以妃小姐还是别不知死活的以下犯上。毕竟本宫要是狠起来，恐怕就不是一枚生鸡蛋那么简单了。让开。爹，你看看姐姐，西西真的只是为了姐姐好，要是姐姐真的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王爷要是怪罪下来，整个妃家也要跟着遭殃。给你妹妹道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蛮横不讲理了？把妹妹的好心当驴肝肺。妹妹？本宫哪来的妹妹？妃丞相再敢妄自菲薄，本宫对你不客气。妃子笑，我是你爹。我爹？本宫已经和妃家断绝了关系，何来的爹？一国之相，难道有健忘症？有病了就去找御医。妃子笑抬头时，突然看到了门口一道熟悉的身影，五皇子司徒宇竟然也来暗楼了。等等，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厮打扮的女人，难道司徒宇这段时间又有新欢了？妃子笑，
你个孽女！爹，别生气，别生气，气坏了身子骨，自个儿受罪。算了，爹别管了。如今姐姐是高高在上的王妃，是君，我们是臣，终究不再是一家人了。爹，您消消气。姐姐，伴君如伴虎，如果哪天你在九王府待不下去了，你就回来，妃家永远是你的家。妃子笑深深地看了妃子熙和飞傲天一眼，也不去后台找灵狐狂了，转身就原路返回了天字房。爹，姐姐那眼神太可怕了，西西怕她。什么姐姐？她就不是你姐姐，本相没有这样的女儿。走吧，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别忘记我们此行的目的。难道你想顶着这张脸嫁给五皇子吗？不，西西不要，五皇子看到我这张脸，他会害怕的。随后飞傲天把妃子熙带到了包厢，并且请了管事，他想要见暗楼的主子一面，有些事情想要当面谈。因为飞傲天亮出了丞相的身份，灵狐狂也知道他是小王妃的爹，所以不敢怠慢，来了包房。半炷香以后，灵狐狂去天字房找了妃子笑。小王妃，丞相大人想要定制6级的生机丹，接单吗？哼，接，3万两黄金，他要同意先付银子，3天后交货。这是一家人吗？简直连陌生人都不如。戴着面纱，难道是毁容了？丞相是给这位二小姐订购丹药？当灵狐狂提出3万两黄金的时候，飞傲天犹豫了，因为他1个月的月俸也就只差不多500两银子，并且是白银，不是黄金。一位3品太监的月俸是8两银子，相当于现代的3000块钱。飞丞相这些年之所以锦衣玉食，其实就是靠丞相夫人欧阳菲菲的嫁妆，所以飞傲天犹豫了。怎么要这么多银子？不是3万两白银就可以吗？楼主，不是3万两白银，怎么要3万两黄金？这么多吗？能不能便宜一点啊？飞小姐来之前没打听清楚暗楼的规矩，要是为难，这交易就作废。灵狐狂也懒得废话，转身就准备离开。爹爹，算了，女儿不要什么生机丹了，3万两黄金太贵了，丞相府哪来这么多银子啊？女儿即使不能嫁进五皇子府也没有关系，女儿就在爹身边，照顾爹一辈子。原本有点犹豫的飞傲天却因为这一席话感动了。妃子笑就是一个孽女，完全靠不住，现在他能依靠的只有妃子熙这么一个庶出的女儿了。虽然是庶出，但是她即将嫁进五皇子府。楼主请留步，这6级生机丹本相要了，这是3万两黄金的钱庄兑换凭证。灵狐狂收下了凭证，并且给了飞傲天一个订货单据，让他3日后带着这单据来暗楼取生机丹就可以了。暗楼在整个玄月大陆的声誉都很好，所以飞傲天也放心，就没怎么多想。3万两黄金固然多，但是有他的前程重要吗？将来五皇子就算不能登上皇位，也会被封为王爷，那他就是五王妃，地位一点都不比妃子笑差。飞傲天想要在朝中立足，保住他丞相的位置，别无选择，不是吗？嫁进了五皇子府，凭他的手段必定能拿到掌家大权，到时候五皇子府就是他说了算。灵狐狂把3万两黄金的兑换凭证交给了妃子笑，妃子笑很高兴。妃子笑让玉峰去楼下请人了，想必五皇子还不知道妃子熙毁容的事情，妃子熙也还不知司徒羽已经另有新欢了。这出戏好看了。五皇子现在不带进九王爷这皇叔，但是又不敢不来。走进包厢的瞬间收敛了情绪。九皇叔九皇婶啊，侍妾。五皇子见瞒不过去，只好承认了。妃子笑这皇婶子倒是贴心，既然是侍妾，就正大光明的带在身边就可以了，不用女扮男装委屈了人家姑娘。当下让小蝶带着那侍妾去换回来女装，并且落坐在了五皇子身边。这时飞傲天也领着妃子熙脚步欢快的朝天字房来了。难道是九王爷良心发现，知道还有他这个岳父了？他们走进房间，就看到五皇子和宠妾你侬我侬的画面，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了。妃子熙脸色一瞬间苍白到了极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飞丞相，西西，你们怎么来了？五皇子，这就是西西姐姐吗？心儿，和西西打一声招呼，以后你一定要和西西好好相处，知道吗？臣妾知道了。姐姐好，心儿和姐姐同时嫁进武皇府，姐姐是正妃，妹妹只是侍妾。不过姐姐放心，妹妹一定不会和姐姐争宠的，还望姐姐以后在府上多照顾照顾妹妹。什么？侍妾偏房？这是怎么回事？可妃子熙不是一般人，自然能沉得住气。妹妹这大礼太早了，还是等进府了再说吧。毕竟大家都还没有过门，指不定就发生什么变故了。妹妹，你说是吧？姐姐说什么就是什么。那妹妹等着过门的时候再给姐姐敬茶。两个女人都不是善类，这还没有嫁进门就开始争斗了。最高兴的就是妃子笑。南宫小姐家住何处啊？爹娘还健在吗？本宫是五皇子的皇婶，既然五皇子有意纳妾，也不能委屈了南宫小姐。回头让人把玉蝶递进宫，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的。妃子笑这个贱人！这一刻，妃子熙恨不得扑上去，狠狠地给妃子笑一巴掌。他的意思就是，他和五皇子大婚当日，司徒宇还要以纳妾的正规礼仪迎娶南宫新之贱人，不走后门，同样走正门，只是花轿比他晚一个时辰而已。该死的，妃子笑故意的，一定是故意的。南宫新谢谢皇婶。皇婶，心儿没有爹娘，是一个孤儿，是春满楼的妈妈把心儿养大的，所以心儿谢谢皇婶了。心儿只要能嫁给五皇子就行了，不需要其他仪式了。心儿也深知配不上五皇子，但是心儿真的爱他，情难自禁。这南宫新厉害了，城府够深呢。原来他是花魁啊，这五皇子还真是玩得野，竟然要把花魁娶进府，时间竟然还选在娶正妻这日，这不是赤果果的打丞相和妃子熙的脸吗？他不是爱妃子熙情难自禁吗？所以司徒宇这个渣男的爱只有说出口的那1分钟。五皇子，这恐怕不妥吧？再怎么说她也是一个青楼女子，怎么能明媒正娶呢？本相不同意，和西西一天进门。飞丞相，你是不是多管闲事管的有点多呀？本皇子娶妻纳妾，需要你来做主吗？本皇子想娶谁，飞丞相没资格过问吧？就算本皇子娶西西进府，那又怎样？飞丞相难道还想在本皇子面前摆岳父的谱啊？你别忘了，君是君，臣是臣。五皇子是一点都不给飞傲天这个未来岳父一点面子呀。五皇子息怒，臣女爹爹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怕百姓们说五皇子闲话罢了。毕竟妹妹的身份有点儿那什么啊。西西并不是看不起妹妹，也知道以五皇子的眼光能看上心儿妹妹，一定是妹妹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人言可畏，咱们还是得为五皇子的将来考虑。不管怎么样，心儿妹妹只要嫁进了府里，咱们就都是五皇子的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妹妹也不会这么不懂事的，对吧？姐姐放心，心儿知道怎么做，只要对五皇子声誉不好的事情，心儿都不会做。心儿只要能陪在五皇子身边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名分。这些情话让司徒仪有点飘了。西西，本皇子知道你苦心，你放心，本皇子会对你好的。啊，对了，西西啊，你忙着面纱干什么？脸受伤了？妃子熙一直知道他的优势在哪里。五皇子之所以喜欢他，不过是喜欢他的皮囊，喜欢他在男女之事上千依百顺的态度，又温柔体贴，识大体罢了。听闻姐姐才貌双全，容貌更是举世无双，心儿早就想一睹姐姐的绝美容颜了，不知道今日有没有机会。妃子熙抬头扫了一眼南宫心，心里把这个贱女人问候了1000遍。抱歉啊，南宫小姐，最近我感染了风寒，所以才蒙着面纱。妹妹马上就要嫁进府里了，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既然生病了，就赶紧回去养病吧。改日
本皇子再去丞相府看你。乖啊，赶紧回去。不着急，听说这拍卖会上有很多丹药，本宫拍一颗送给你们，就当你们新婚的贺礼了。有9转金丹，什么病都能药到病除。什么？9转金丹？丞相大人在预定生鸡丹的时候就应该打折的，王爷可是咱们暗楼的高级买家，享有5折折扣啊！丞相大人也真是的啊，怎么没报王爷的名号呢？这样吧，丞相大人待会儿去看看暗楼展台里的物件，喜欢什么，本楼主送丞相了。生鸡丹？什么生鸡丹啊？非丞相买生鸡丹来干什么？难道是……五皇子看了看蒙着面纱的妃子熙，楼主，生鸡丹？什么生鸡丹啊？五皇子不知道生鸡丹是什么吗？就是重塑女子容颜的生鸡丹呐。像妃家2小姐毁容这种程度，一枚生鸡丹就能恢复了。什么？毁容了？所以不是感染了风寒，而是毁容了。司徒雨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伸手直接揭开了妃子熙的面纱。不要！他伸手去抢五皇子的面纱，整个人气急败坏又着急。还给我！把面纱还给我！求求你了，还给我！怎么会这样？妃子熙的脸怎么会毁容了？这原主长期受他们母子的虐待，各种肉体折磨、精神折磨，这种痛比毁容厉害1000倍、10000倍，并且最后丧命了。妃子熙只是毁容了而已，这还不够。妃子笑本来就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对妃子熙的惩罚这才刚刚开始而已，好戏还在后面。不要看！出去！你们都出去！五皇子，赶紧把面纱还给姐姐。姐姐这个脸太吓人了，要是半夜非得被吓破了胆。南宫欣从五皇子的手里拿过面纱，递还给了妃子熙。姐姐，对不起，妹妹不应该好奇想要看姐姐的脸。素来听说姐姐才貌双全，所以才想要一睹姐姐的风采，实在是无心之过，希望姐姐原谅。滚！贱人，你少装好人！你这点把戏，是本小姐当年玩剩下的。